请问，这已经是您生涯的第6个总冠军了。从当年选秀被马刺选中开始，您就从未错过过一次冠军。对此，您有什么想说的？我只想说，我的运气很好，有一群强大的队友。有人说您是抱大腿获得的总冠军。是的，我在篮网只是2当家，我抱了基德大腿才拿了总冠军，对此，我只感觉到荣幸。这波凡尔赛直接把记者整得哑口无言，只能转头去采访那个场均5分钟怒砍5分的巴克利。看着那胖子因为终于不用被史密斯嘲笑而笑得合不拢嘴，你心里却响起了更悦耳的声音：系统的奖励到账了！恭喜宿主蝉联 FMVP 顶级技能2选1，扣篮必中。扣篮必中是只要施展技能扣篮就能扣进。裁判公敌，裁判公敌是在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会触发体内潜力，投篮必中。看着选项里那个受虐才能变强的裁判公敌，你果断摇头。现在的你根本不需要靠卖惨来搏罚球，你的目光锁定在另一个选项上，扣篮必中。虽然这技能副作用是距离越远越费体力，搞不好一节比赛就能把你累趴下，但在禁区内100%的命中率绝对是应届神器。紧接着，你毫不犹豫地甩出技能升级卷轴，将蓝色的眼神防守直接点满，金色传说达成，降低对手50%投篮稳定性，以后谁敢在你面前轻易出手？然而，夺冠的喜悦还没散去，现实的冷水就泼了过来。第二天新闻头条竟然被退役去 TNT 解说的巴克利和转投尼克斯捞金的罗德曼抢了个精光，你这个 FMVP 反而遭到了冷遇。但这还不是最糟的，更让你心寒的是篮网管理层的一顿自杀式操作，送走内线悍将马丁，内线直接崩盘，送走罗杰斯和哈里斯，替补席瞬间被掏空。现在他们居然还要送走全明星级别的杰弗森，理由竟然是为了腾出薪资空间，签下你和那个球风华丽的文斯卡特。你看着这份1换1的脑残计划直皱眉。卡特得分是猛，但他一个人能顶得上杰弗森加马丁的作用？这哪里是补强，分明是自毁长城。留下杰弗森，否则下个赛季我可能会离开。你直接给管理层下了最后通牒，与其在这一艘注定沉没的破船上浪费时间，不如另寻出路，去马刺找波波维奇。可惜圣安东尼奥那穷乡僻壤根本吃不下你的合同，去尼克斯那个烂泥塘你又不傻。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闪过你的脑海，去休斯顿找大姚打兄弟篮球。这画面光是想想都觉得美。你立刻吩咐经纪人汤姆森去联系火箭，哪怕火箭不要，去公牛带那一帮潜力股也比留在被拆得七零八落的篮网强。你本以为凭你6冠王的身份，这事儿10拿9稳，谁知汤姆森带回来的消息却像一记耳光狠狠扇在你脸上。火箭居然有了其他计划，而且给你开出的报价竟然是3年2500万，没有交易否决权。汤姆森带来的消息像一盆冷水迎面泼来，你看着火箭那份3年2500万的报价单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虽然你很清楚，火箭为了给姚明找个外线搭档，大概率是看上了麦迪，想组个姚麦组合，但连个交易否决权都不给。真当你这个6冠王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球员？要知道，一旦没有否决权，万一打到一半被当成筹码交易出去，你找谁说理去？1年800万勉强能接受，但没否决权免谈。你果断挥手，直接把火箭的方案扔进垃圾桶。既然休斯顿没诚意，那就换一家，去问问公牛。你当机立断，公牛的主帅斯凯尔斯虽然严厉，但这种注重防守和团队的教练，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。然而，还没等汤姆森联系公牛，一个更重磅的炸弹引爆，热火神算子莱利亲自打来电话，3年3500万，这个数字不仅诚意满满，背后的阵容更是让你心跳加速。现在的热火有什么？有正在急速成长的闪电侠韦德，还有刚刚跟科比决裂，憋着一肚子火油东游的大鲨鱼奥尼尔。虽然奥尼尔1年就要吞掉2000万薪资，但他还在巅峰尾巴，而韦德还是个拿着300万同工合同的新秀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只要你加入，热火瞬间就能组成恐怖的3巨头。但这还不够，你不仅要冠军，还要绝对的掌控权，最多签2年，我要交易否决权，还有今年的选秀权。这就是你的底牌，要么不玩，要玩就玩大的。就在你还在权衡利弊时，2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彻底击碎了你的犹豫。韦德和奥尼尔竟然同时打给了你。杰克，你来热火，老大你当。韦德的声音透着真诚，这小子才2年级，根本没那份争权夺利的心思。而奥尼尔更绝，没错，我也跟韦德说了，只要你来，热火老大就是你的。你愣住了，这可是那个唯我独尊的大鲨鱼啊！看来被湖人抛弃的滋味让他彻底变了。为了证明给洛杉矶看，为了那枚总冠军戒指，他竟然甘愿当绿叶。2大巨头拱手让位，这面子给到了天上。好，只要莱利点头我的条件，我立马去迈阿密。你不再犹豫，当场拍板。更让你惊喜的是，热火队里还有个熟人大智。虽然大智现在只是个看守饮水机的边缘人，数据甚至不如罗德曼亮眼，但能跟同胞并肩作战，这感觉爽。很快，汤姆森带回了最终的谈判结果，公牛很豪爽，直接砸出3年3800万，外加否决权。但这帮吝啬鬼死活不肯给选秀权。而热火这边，莱利果然是神算子，虽然同意给首轮19号签和否决权，但反手就要你降薪，2年1800万。看着缩水的薪水，你却并没有生
生气，反而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意。向心可以，但必须加个对赌协议。你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如果夺冠，每年奖金加到600万。这一招叫以退为进。若是拿下2连冠，光奖金就是1200万，算上工资总共3000万美金，而且奖金还不占工资帽，简直是双赢。莱利想要冠军想疯了，这种只要结果不要过程的协议，他求之不得。尘埃落定，自由市场上最大的那条鱼正式游向了迈阿密南海岸。搞定了合同，你马不停蹄地赶往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。今天是2004年 NBA 选秀大会，毫无悬念，那个身体素质变态的高中生魔兽德怀特·霍华德稳稳摘走了状元签。你坐在台下，目光却越过热闹的人群，死死盯着名单上的另一个名字。其实你最眼馋的是全能锋线伊戈达拉，可惜那是前10顺位的菜，你手里只有一个第19顺位的签，能不能捡到宝就看这一把了。第18顺位，黄蜂选了 J.R. 史密斯。大卫斯特恩的声音刚落，你转头看向莱利，直接抛出了一个名字，选凯文马丁。莱利眉头瞬间皱成了川字。要知道，热火原本的计划是选小前锋多雷尔赖特，而那个凯文马丁身体瘦得像根竹竿，投篮姿势更是极其怪异，热火压根就没事训过他。难道这小子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？莱利满腹狐疑，但看着你坚定的眼神，最终还是咬牙改了主意。这一改不要紧，直接把后面的国王队搞懵了。他们可是承诺过要选马丁的，结果被热火截胡，只能捏着鼻子捡了热火不要的赖特。搞定选秀，你没空理会国王队的哀怨，直接登机飞回国内。距离奥运会只剩1个月，你这个连续2届 NBA 总决赛 MVP， 手握6枚戒指的超级大牌，终于归队了。虽然集训迟到了，但在训练场上，你就像一条巨齿鲨冲进了小池塘。哪怕你只用7、8成的功力，不开任何技能，除了大姚能压你一头，其余人包括阿联在内，全被你虐得没脾气。这种降维打击的感觉，简直不要太爽。杰克，有你在真好，连大姚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。到了正赛，你更是彻底放飞自我。小组赛首发5虎，你、大姚、阿联、杜锋、巴特尔，这阵容直接杀疯了。赛黑拿下，新西兰拿下。最离谱的是打西班牙，以前大姚带队得输20分，现在有了你在外线狂轰滥炸，竟然反赢了对方10分，以小组第1昂首出现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惊天消息传来，不可一世的美国梦之队竟然在半决赛被阿根廷干掉。机会来了，你在半决赛面对意大利，虽然手感像坐过山车忽高忽低，但在最后1分钟，你用一记绝杀3分，硬生生把中国队抬进了奥运总决赛，举国沸腾，这是从未有过的高度。决赛对手正是刚刚屠杀梦之队的阿根廷，领头的是妖刀吉诺比利和斯科拉。比赛一开场，吉诺比利就疯了，连飙5个3分，开局15比8打懵了中国队。跟我比3分，你冷笑一声，眼神瞬间变得犀利。你先是用眼神防守干扰吉诺比利，紧接着开启了神鬼莫测技能，3分属性直接飙升到90以上。第2节3分雨下，10投7中，单节狂砍21分。第3节你更是肆无忌惮，投不进没关系，篮下有大姚这尊巨灵神墙板，被包夹，随手一传就是阿联的空位3分。到了决胜的第4节，双方分差一度拉大到2位数，尽管吉诺比利最后时刻还在神仙进球，但你没给对手任何翻盘的机会。135比130，中场哨响的那一刻，大姚哭得像个200斤的孩子，他的梦想实现了，恭喜宿主获得奥运金牌，评分95。系统的声音如约而至，但更让你心跳加速的是最后的奖励，可选择阿根廷队12人名单中1人为模板。你的目光扫过斯科拉，最终死死锁定在了那个长发飘飘的名字上，没有任何犹豫，你在心中狂喊：我选吉诺比利。真正跟吉诺比利交手后，你才惊觉这个阿根廷人有多恐怖。在马刺那种死抠防守的体系里，他的进攻天赋简直是被封印了，速度快，传球骚，突破假动作更是让人眼花缭乱。要不是你有眼神防守这个神技，根本按不住他。恭喜宿主获得巅峰吉诺比利模板，每赛季可绑定1人。听到系统的提示，你心中狂喜，一个大胆的造神计划瞬间成型。奥运会结束仅2周，你火速飞回 NBA。主教练范甘迪看着姗姗来迟的你，脸拉得老长，毕竟别人都在合练，你却在休息。但你心里清楚，只有遭受恶意犯规才能触发金刚不坏。为了防止常规赛疲劳受伤，你必须苟住。扫了一眼属性面板，虽然各项数据还在70至80之间徘徊，但有了扣篮必中和那个新得到的吉诺比利模板，你底气十足。季前赛你甚至没开大招，光靠着保温杯里抛枸杞和替补级5连爵士，带着凯文马丁和大智这帮替补，硬是打出了4胜1负的战绩。常规赛揭幕战，冤家路窄，对手正是波波维奇率领的马刺队。一看首发名单，你有点无奈。热火为了签你，把主力控卫卖了，你只能赶鸭子上架打1号位。好在偷师了基德的组织功力，这活你熟。刚过半场，神鬼莫测技能瞬间激活，你的属性全线飙升至90+，3分能力更是暴涨到91。面对死缠烂打的防守悍将鲍文，你干拔就是一记3分，手起刀落，空心入网。紧接着你遭遇帕克和鲍文包夹，反手一个妙传助攻韦德暴扣。虽然吉诺比利回敬了一个3分，但第1节打完，热火还是压了马刺一头。到了第3节，你做出了一个让全场震惊的决定，主力休息，让替补上。你向范甘迪提议，范甘迪觉得你疯了，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。于是你带着凯文马丁和大智登场，好戏正式开场。你看着身边的大智，心念一动，直接将巅峰吉诺比利模板绑定在他身上。大智，一会儿别犹豫，就在3分线外狠狠投。你低声嘱咐，顺手开启了群体增益技能5连爵士。范甘迪在场边急得跳脚，让2米14的大智去打得分后卫，这不胡闹吗？可下一秒全场死寂，刷！大智的3分属性在模板和技能的双重叠加下，直接突破天际达到了100。
运气球而已。波波维奇一脸不屑，他不信除了你之外，黄种人还能这么准。然而打脸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你遭遇包夹，随手甩给大智，又是一记3分命中。更离谱的来了，大智接球后顶着真正的吉诺比利，竟然用比对方还快的速度完成生突，杀进内线就是一个丝滑的小抛投。范甘迪下巴都要掉地上了，一个2米14的重型坦克跑出了法拉利的速度，这视觉冲击力简直炸裂。波波维奇慌了，赶紧安排联防，结果漏掉了马丁，又是2记3分穿心。整整12分钟，马刺队仿佛置身地狱，尽管邓肯拼命抢篮板，也挡不住你们的3分雨。单节战罢，你砍下9分，马丁9分，而变身后的大智5投5中狂轰17分，你们3人合砍35分，直接把马刺打成了筛子，分差瞬间拉开，比赛似乎失去了悬念。第4节，范甘迪大手一挥，奥尼尔、韦德等首发悉数登场，可没想到面对马刺的主力阵容，邓肯带队竟然还追回了一个3分。范甘迪在场边看得一脸懵逼，这替补打得比首发还猛，到底谁才是主力？看着分差还在安全线内，你心念一动，那个压箱底的扣篮必中技能是时候拿出来亮个相了。和邓肯打过球的都知道，巅峰时期的石佛就是内线的一堵墙，分卫想要在他头上完成扣篮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然而你却偏不信，只见你猛地冲进内线，伸手向韦德要球，韦德心领神会，皮球直飞你手中，你没有任何减速，迎着防守大闸鲍文和石佛邓肯直接抱起，呼一声巨响，你如同天神下凡，硬生生隔着这2位防守悍将，将球狠狠砸进篮筐，镁行球馆瞬间炸裂。天哪，这是王职业生涯第1次扣篮，直接隔扣了邓肯和鲍文。解说员的声音都劈叉了，要知道王以前可是出了名的地板流，谁能想到一个夏天过去，他竟然装上了弹簧腿。兄弟，你刚刚飞起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扣篮。奥尼尔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老大，这扣篮太帅了。韦德也竖起大拇指，你只是淡淡的装了个逼，我一般不扣篮，主要是怕浪费体力。虽然这一下确实消耗了不少体力，但这波逼装的值。比赛最后10秒，高潮降临，你持球过半场，面对鲍文的死缠烂打，你突然启动96点的力量属性瞬间爆发，你像勒布朗詹姆斯附体一样，顶着鲍文从3分线一路碾压到罚球线。鲍文满脸惊恐，仿佛察觉到了什么，歇斯底里的大喊，他要灌篮，快协防！吉诺比利和邓肯像疯了一样同时扑过来补防。就在这一刻，你在罚球线一步登地，整个人腾空而起，邓肯、吉诺比利、鲍文3人同时起跳封盖，这简直是天罗地网。你心中默念扣篮必中，一股恐怖的力量瞬间充斥全身，你在空中无视地心引力，硬生生撞开这3座大山。呼，你单手挂框，篮架剧烈摇晃，而地板上邓肯、吉诺比利、鲍文3人被撞得东倒西歪，狼狈地摔成一团。全场球迷疯了，欢呼声几乎要掀翻顶棚。邓肯坐在地上，一脸迷茫，根本不敢相信刚刚发生了什么，那是3个人的防守啊，其中还有一个是历史第1大前锋。这一扣彻底引爆了整个 NBA， 一夜之间，你的球迷遍布全美，在华夏更是被捧上了神坛。第2天，经纪人汤姆森的电话被打爆，1个月内你签下了30多个代言合同。最重磅的是，耐克直接甩出一份6年1亿美金的天价合同。要知道，去年的天之骄子詹姆斯也才签了7年9300万，你一举超越了他。签完字的那一刻，你知道这辈子彻底不缺钱了。你大手一挥，在迈阿密买了豪宅，配了保姆车，甚至开始投资那些未来会起飞的科技公司。既然钱赚够了，那剩下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总冠军。只要拿到冠军，就能解锁更多神秘技能。赛季继续深入，热火势如破竹，开局打出20胜3负的残暴战绩。虽然你的神鬼莫测偶尔会鬼一场，但瑕不掩瑜。交易截止日平静度过，因为没钱，球队阵容基本没变，这倒让你松了口气。毕竟你的5连绝世技能绑定了现在的替补，要是人被交易了，这赛季技能就废了。不得不提的是大智，拿着120万2年的白菜价合同，却打出了超级高能的表现，特别是3分球，经过半个赛季的疯狂出手，命中率竟然维持在恐怖的70%。虽然不少内线嘲笑大智是个软蛋，2米14的大个子天天飘在外面投篮，但大智根本不在乎，只要球能进，管别人怎么在那无能狂怒。还有一个小插曲，罗德曼在尼克斯场均怒砍0分0板3失误，惨遭裁员。这老家伙终于明白，只有跟你在一起，他才能重回巅峰。于是莱利只花了36万底薪就把他签了回来。果不其然，只要你和罗德曼同时在场，哪怕只打1节，篮板球也基本被热火包圆了。这老妖精只要抱紧你的大腿，就是板神。全明星周末来袭，你以得分后卫身份参选，结果票数直接霸榜全联盟第1，连老乡姚明都只能屈居第2。没办法，谁让你现在的球风太炸裂了呢？只要分差拉开，你就开始表演花式扣篮。这个赛季的月度10加球，一半都是你的镜头，特别是那个罚球线隔扣3人的视频，在推特上浏览量破亿，1000万粉丝追捧，亿万目光聚焦，你甚至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这个联盟最恐怖的流量黑洞。仅凭常规赛那几次心血来潮的扣篮表演，谁能想到你的粉丝数量竟然弯道超车，直接盖过了老乡大姚。全明星正赛打响，这本来是大家互秀演技的舞台，场面一团和气，可你心里早就盯上了那个全明星 MVP 的奖杯。偏偏就在这时，东部队友艾弗森突然爆发，那是真刀真枪的干啊！这哥们儿硬是靠着犀利的突破狂砍30分，差点就把你的风头全抢光了。你哪能让他如愿？反手就是一波爆发，轰下33分8助攻。
攻，带着球队大胜西部15分，硬生生把这个全明星 MVP 收入囊中。比赛一结束，扣篮大赛、3分大赛的邀请函像雪片一样飞来，结果你统统拒绝。外人以为你高冷，其实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那个尴尬的秘密，那个扣篮必中的神技，必须在正式比赛里才能触发。要是真去了扣篮大赛，没了技能加持，万一跳起来被篮筐给盖了，那你这张老脸往哪搁？怕是要直接射死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一声脆响，恭喜宿主斩获全明星 MVP， 奖励艾弗森同款青铜级穿花蝴蝶步。你定睛一看属性，青铜级穿花蝴蝶步提升 10% 突破能力。你撇了撇嘴，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，突破属性只有71，这就尴尬了。跟艾弗森那高达99的满级属性比起来，简直是被降维打击。就算加上这 10% 的加成，连80都不到，别说碰瓷艾弗森了，恐怕连一些轮换球员都比不过。不过你转念一想，眼神瞬间亮了，这才哪到哪，只要熬到赛季结束，搞到一个技能突破卷轴，要是运气好，下赛季再来一个，把这技能升到黄金级，那就是 30% 的恐怖加成，直接能把你的突破属性拉升到90，那可是妥妥的全明星级别。为了备战季后赛，你一声令下，热火全员开启疯狂轮休模式，特别是奥尼尔，后半程直接躺平了1多半，就连你自己都给自己放了10场大假。可即便如此，你所在的队伍依然以61胜21负的恐怖战绩霸榜东部第一。这期间唯一的噩梦就是太阳队，那时的疯狂炮轰把奥尼尔累得够呛。更要命的是，你2次打太阳都撞上了神鬼莫测的鬼状态，属性暴跌 20%，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狂下3分雨。所幸西部那边马刺也是个老六，同样疯狂轮休。如果按照原定历史，今年本该是马刺和活塞上演最无聊的防守大战，让斯特恩愁得睡不着觉。但你的出现彻底改写了剧本。季后赛首轮，命运跟你开了个玩笑，对手竟是老东家篮网。看着昔日队友基德和杰弗森带伤拼命，你心里却明白，这支失去你的篮网早已内线空虚，根本没有悬念。你甚至没怎么流汗，直接带队4比0横扫，送老东家回家钓鱼。赛后基德抱着你苦笑，眼神里全是失去你的遗憾。紧接着次轮打奇才，面对水货状元夸梅布朗，这简直就是你的个人表演秀，又是4比0。因为赢得太轻松，你为了弥补没去扣篮大赛的遗憾，在比赛中疯狂虐狂，硬是扣了10几次，把季后赛打成了全明星。就在你以逸待劳、满血复活时，活塞队苦战6场才艰难淘汰步行者，拖着疲惫的身躯站在了你面前。东部决赛，火星撞地球。虽然活塞还是那套让全联盟打鼾的铁血首发，但你早就不一样了。现在的热火比当初的篮网强出100倍。就在此时，西部传来消息，火箭队因为麦迪太脆受伤，直接被小牛淘汰。无数愤怒的球迷冲烂了火箭官网，都在骂管理层当初为什么不要你。这一刻，所有目光聚焦东决区1，开场哨响，你果断开启神鬼莫测技能，可惜运气不好，你上来迎着比卢普斯直接3分打铁。好在奥尼尔内线生吃大本，补篮得手，你立刻改变策略，利用牵制力疯狂给韦德喂饼，逼得活塞主帅拉里布朗不得不对韦德使用联防，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防守一松动，你在3分线外瞬间发炮，首节5投3中，硬是咬着分差以4分优势结束第一节。第二节风云突变，奥尼尔体力不支下场，你身边换上了那个男人罗德曼，这一变阵简直是活塞的噩梦。罗德曼展现出窒息般的防守，把汉密尔顿防得5投0中，甚至还顺手抢了3个板，送出5次助攻。你和韦德趁机疯狂收割分数，半场结束分差直接拉大到8分。看着计分牌，场边的拉里布朗额头上的冷汗终于流了下来。奥尼尔兴奋过头了，他在内线翻江倒海，结果一上罚球线就成了灾难现场，6罚1中怒砍1分。场边的小范甘迪看得直摇头，恨不得自己上去投。好在你和韦德足够给力，两人联手撕裂防线，3节战罢，直接把分差拉大到12分。活塞主帅拉里布朗彻底绝望了，哪怕防守再严密，也挡不住你的传球和韦德的突破。更要命的是，本华莱士为了防奥尼尔已经身背5次犯规，根本不敢做动作。第4节，活塞五虎拼死挣扎了10分钟，但在你们的眼神防守和奥尼尔的威慑下，他们投篮频频打铁，95比85，取1拿下。这一战你狂砍32分12助攻，直接教活塞做人。接下来的 G21 开场，你的神鬼莫测又随机到了鬼状态，你甚至出现了传球直接飞出底线的低级失误，被比卢普斯断球更是家常便饭。尴尬的你只能主动申请下场，让大智顶替你打控卫。这一换人竟然创造了奇迹。比卢普斯看着面前像堵墙一样的大智，整个人都懵了。防突破吧，大智身体壮硕，速度还快，一个加速就生吃了他。防投篮吧，大智拉到3分线外手起刀落。第3节，大智彻底杀疯了，里突外投狂砍15分6助攻，硬生生把分差拉开，成了全场最靓的仔。趁着这股势头，第4节你带着大智和马丁组成的替补匪徒登场。虽然你状态一般，但这套阵容的3分雨太恐怖了，短短5分钟分差拉大到8分。等到最后时刻你找回手感，又是2记不讲理的3分球，100比82，比赛直接被打花了。拉里布朗看着你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渴望，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你挖走。这就是你的恐怖之处，哪怕替补阵容再烂，只要有你在，就能化腐朽为神奇。G3来到活塞魔鬼主场奥本山宫殿，你终于开启了神模式。第1节你就火力全开，10投6中，独得14分，把活塞引以为傲的铁血防守
手捅成了筛子，单节就领先8分。到了第2节，罗德曼换下奥尼尔，这下活塞连砍杀战术都用不了，分差直接奔着13分去了。第3节更是成了屠杀现场，你带着大智和马丁下起了3分雨，这两人投的比你还准，大智3分7中5，马丁5中4，这谁顶得住？活塞防守彻底崩盘，分差瞬间拉大到20分以上，现场球迷开始退场，连板凳席上的韦德和奥尼尔都看傻了眼，这真的是咱们的替补？4比0，虽然据4你只打了不到10分钟，但就是这短短几分钟，你3分球7投7中，命中率100%，狂砍21分，直接收割比赛。你带领热火横扫活塞，强势挺进总决赛。而在西部，太阳和马刺的大战也即将落下帷幕，跑轰大队太阳彻底哑火，面对马刺如同铜墙铁壁般的防守，那时和小斯引以为傲的进攻显得弱小又无助。4比1，马刺踩着太阳的尸体挺进总决赛。此时的马刺兵强马壮 ，GDP 组合正值巅峰，但你丝毫不虚，因为你身边站着奥尼尔和韦德，还有一张更加恐怖的底牌，那个只想打替补的大智。小范甘迪想提拔大智首发，你直接一口回绝，开玩笑，大智要是首发了，谁陪我玩替补5连爵士？只要你俩凑一队，外线就是2个库里加1个汤普森，这火力谁顶得住？总决赛G1开打，你反手开启神鬼莫测，全属性暴涨20%，第1节你就杀疯了，3分6中4，单节狂砍18分。到了第2节，波波维奇祭出砍杀战术，奥尼尔罚球线坐牢，8罚2中只拿2分。既然如此，你大手一挥，罗德曼登场，这下邓肯倒了大霉，被罗德曼各种小动作搞得心态爆炸，一球没进，甚至气得想和鲍文换防去外线抓你，可你根本不给机会。第3节带着大智和马丁下起3分雨，一波流带走比赛，105比90，马刺首战告负。G2更离谱，你带着罗德曼只打了10分钟，命中率100%，怒砍21分就打卡下篮，结果最后时刻马刺追到只差2分，波波维奇刚想画个绝杀战术，你重新披挂上阵，面对3人包夹，你连进4记不讲理3分，硬生生把分差拉大到10分。波波维奇气得当场砸烂战术板，这球还怎么打？G3来到马刺主场，联盟似乎不想让比赛结束太早，哨子偏得离谱，但在你火力全开的神模式面前，裁判也救不了马刺。第3节你带着替补直接把分差拉大到20分，直到G4你是鬼状态，加上裁判全场送给马刺18次罚球，热火才不得不吞下首败。G5回到迈阿密，你不想再拖了。这一晚裁判哨子终于正常了，你化身扣篮机器，踩着穿花蝴蝶步连续8次杀入内线暴扣，邓肯拦不住，帕克防不了，吉诺比利只能干瞪眼，看着你在空中不科学的飞舞，防守悍将鲍文彻底急眼了。就在你最后一次腾空暴扣落地时，恼羞成怒的鲍文竟然恶向胆边生，直接伸脚垫你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金刚不坏技能瞬间触发，你察觉到了脚下的异样，这带着恐怖坠落力量的一脚不偏不倚，狠狠踩实了，咔嚓一声脆响后，紧接着是凄厉的惨叫，断的竟然是鲍文自己的腿。这一脚下去，鲍文只觉得脚骨粉碎，那种剧痛简直让他怀疑人生。你也顺势倒地，眼看队友们怒火中烧就要冲上来干架，你一个鲤鱼打挺连忙拦住，打什么架？这时候动手不划算，况且刚才这一脚吃亏的可不是我。裁判立刻调出回放，大屏幕上清清楚楚是你正常落地，鲍文这老鹰比恶意垫脚，铁证如山，再加上这可是迈阿密主场，裁判当场给了鲍文一个技术犯规，还要送你上罚球线。至于鲍文脚部骨折，这个赛季彻底报销，只能被担架抬出场外。随着中场哨响，大屏幕上的数据让全场沸腾，你狂砍51分12助攻3篮板，一举打破 NBA 总决赛个人单场得分纪录。这一刻你就是迈阿密的神。盘点整个系列赛，你场均30分8助攻，傲视群雄。排第2的韦德场均24分7助攻，也是全明星水准。最郁闷的当属奥尼尔，被波波维奇的砍杀战术折磨得欲仙欲死，场均只拿到20分3助攻，差点连20分大关都守不住，此时正黑着脸生闷气呢。恭喜热火拿下2005年总冠军，恭喜你，王杰，连续3次斩获 FMVP。斯特恩的咆哮响彻全场，但他看向你的眼神里却藏着深深的忌惮。谁能想到你一个华裔竟能狂揽7次总冠军，还赖在 FMVP 的位置上不下来？这让斯特恩心里猛地生出一个念头，绝不能让这小子再这么赢下去，必须出台规则限制。你对那乱糟糟的夺冠游行毫无兴趣，毕竟这种场面你早就腻了。更何况今年的选秀权为了换奥尼尔全送给了湖人，你也懒得操心那些首轮末尾的垃圾签。既然选秀没戏，你的注意力瞬间回到了系统奖励上。恭喜获得常规赛 MVP， 恭喜获得技能2选1，银色后仰跳投或升级卷轴。你盯着选项，大脑飞速运转，升级那个白色的穿花蝴蝶步。不，那个技能对突破提升太小，而且你现在的对手太强，乱突破只会浪费体力。于是你果断选择了银色后仰跳投，这可是能降低20%被封盖率的神技。毕竟你身高不到2米，一旦手感冰凉，这招就是你的保命符。像科比一样无视防守，出手将更加从容。紧接着重头戏来了，总冠军奖励不仅有1枚总冠军戒指，还有一个让你狂喜的规则级技能裁判公敌。当球队遭遇不公判罚时，你的下一次投篮必中。看着这个评分高达94的神技，你忍不住笑了。以后哪个裁判敢吹黑哨，你就用100%的进球狠狠打他的脸。带着这份狂傲，你在赛后采访中更是语出惊人，感想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。你对着镜头嚣张的摊手，希望联盟多给我找点对手，别老是这几支球队，太无聊了。记者们惊得目瞪口呆，
紧接着追问你的去留，只要热火不卖我就留这儿。你回答的斩钉截铁，甚至当美女记者问有没有女朋友时，你直接一句你很漂亮，把气氛推向暧昧的顶峰。当晚，迈阿密的夜店彻底沸腾，奥尼尔搂着你兴奋大吼，毕竟离开了湖人，他照样夺冠，狠狠出了一口恶气。而远在洛杉矶的科比看着电视里的这一幕，气得直接摔烂了遥控器，转身冲进球场疯狂打铁泄愤。一夜放纵后，第二天清晨，你看着还在洗漱的金发美女，随手帮她续好了房费，转身潇洒离去。接下来，你马不停蹄地飞回国内，与大姚会合征战亚锦赛，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你和大姚两人联手，决赛直接狂胜黎巴嫩30分，轻松拿下冠军。只可惜这种低级别赛事的奖励少得可怜，你暗自决定，以后除了奥运会和 NBA 这种小比赛再也不来了。回到热火后，你第一时间向莱利施压，大致、罗德曼和马丁一个都不能卖。莱利满口答应，因为斯特恩的新规下来了，连续夺冠球员薪资可叠加提升，这意味着你的顶薪将暴涨80%，年薪直接突破2000万。除了加内特，连奥尼尔的工资都被你踩在脚下，手里握着大把钞票。莱利在休赛期彻底杀疯了，送走达蒙琼斯，签下詹姆斯波西，搞来白巧克力威廉姆斯，甚至还挖来了佩顿和沃克。直到新赛季开打，当你带领热火轰出一波20连胜时，你才猛然惊觉，这支球队的阵容已经强大到了不讲道理的地步。这一看阵容名单，你自己都觉得离谱。首发是你、韦德、波西、奥尼尔加白巧克力，替补席上还坐着佩顿、莫宁、哈斯勒姆和大治，这哪里是打球，简直就是公开处刑。赛季刚过半，整个联盟都疯了，你带着热火轰出一波40连胜，无论是主力还是替补，上场就是一顿暴揍。哪怕奥尼尔中途伤停5场，你依然带队狂胜，根本没人挡得住。数据更是吓人，你拿30加，韦德30加，奥尼尔20加，光你们3个人的得分就顶对面全队，其他人纯属上来凑数的。更恐怖的是替补席，莫宁和哈斯勒姆防守硬得像邓肯，大致的3分雨堪比加强版雷阿伦，老将佩顿甚至单节还能砍下2双。只要你想，3节打卡下班是常态，分差起步就是20分。全明星赛更是成了热火的内战表演，东部首发几乎就是热火首发，而西部则是姚明、邓肯、麦迪、科比和内什组成的银河战舰。虽然纸面实力西部更强，但你火力全开，硬是带着热火全明星队赢了西部10分，再次收割 MVP。奖励到手，你毫不犹豫使用了技能升级卷轴，将穿花蝴蝶步提升为银色，突破能力瞬间暴涨20%。全明星一结束，全联盟都沉默了， NBA 大结局了，所有人都在惊呼，连西部最强5人都打不过热火一家，这还玩个屁！当你带队狂砍60连胜时，斯特恩的办公桌都被其他球队老板投诉信堆满了，再不限制王杰，我们就退赛，直接把冠军给他算了。斯特恩被逼无奈，只能暗示裁判照顾一下其他球队。然而，这简直就是给火药桶扔火柴，只要裁判敢吹黑哨，你的裁判公敌技能瞬间触发，怒气值拉满的你，迎着2-3个人防守直接干拔3分，甚至中场就扔。不公平判罚，那是你必定进球的冲锋号。在这种绝望的压制下，剩下的球队彻底躺平，82胜0负。常规赛结束的那一刻，整个世界体坛地震了，前无古人，后也很难有来者。这不仅仅是破纪录，这是在创造神迹。就连波波维奇都气急败坏，热火有7个全明星，全联盟最好的球星加起来都打不过他们，这不公平。此时，王杰 YYDS 的口号响彻全网，无数不懂球的人都在疯狂刷屏膜拜。季后赛开打，绝望继续蔓延，首轮打雄鹿，简直就是虐杀。你带队直接4比0横扫，每场比赛还没到第3节，对面就投降了。雄鹿状元博古特不信邪，居然想对你搞小动作，结果你的金刚不坏技能让他感觉像抓到了钢板，手指头差点当场断裂。这还没完，你更是场均在他头上隔扣2次，扣的这位状元怀疑人生。4轮打年轻力壮的公牛，依旧是4比0无情碾压。东部决赛碰上铁血军团活塞，本华莱士、比卢普斯五虎上将严阵以待，但这支曾经的总冠军队伍，在你神鬼莫测的突破和韦德、奥尼尔的狂轰滥炸下，瞬间被打成了筛子。第一场就狂胜20分，最终又是毫无悬念的4比0横扫。整个东部甚至没有一支球队能逼出你的全部实力。你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，目光望向西部，那里刚刚击败太阳和马刺的诺维茨基正带着小牛队向你走来。这一看总决赛对手是小牛，你第一时间就感觉到这支队伍有点东西。比赛开打，你直接触发神鬼莫测，全属性暴涨20%。可诡异的是，第一节打完，你们只领先了3分。到了第2节，哪怕你带着罗德曼替换下奥尼尔，疯狂提速，半场结束居然也才领先6分。此时此刻，全联盟的球队都在死死盯着屏幕，他们以为终于找到了针对热火的方法。然而，第3节一开始，你就狠狠抽了所有人一巴掌。你带着大治等替补登场，瞬间下起了3分雨。虽然诺维茨基和哈里斯拼命回进3分，但在你、马丁和大治那种不讲理的10投8中面前，全是徒劳。一节流带走比赛，分差直接拉大到20分以上。诺维茨基被打得心态崩盘。第4节还没打完就举手投降。第2场，小牛试图用3分球搏命，但你根本不给机会。奥尼尔和罗德曼霸占了篮板，最后时刻你一记绝杀，11分优势再下一城。第3场更是你的个人秀，最后一节
面，你利用穿花蝴蝶步把小牛防线过成了清晨的马路，疯狂上演隔扣，狂砍48分，分差直接干到了30分以上。到了第4场，小牛全队心气彻底被打没了，你随便拿了21分，就轻松收割了比赛，4比0横扫总冠军，我们又卫冕了。当你捧起第4座 FMVP 奖杯时，台下的勒布朗詹姆斯满眼都是羡慕嫉妒恨，他还在为进总决赛苦苦挣扎，而你已经手握8枚戒指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然而狂欢之后，冰冷的现实给了你当头一棒，佩顿、沃克、莫宁3位老将觉得圆满了，宣布退役。这一下热火板凳深度瞬间被掏空，更绝的是莱利的操作，因为奥尼尔还占着近2000万的空间，你的顶薪成了压死工资帽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为了保留阵容灵活性，莱利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放弃续约作为夺冠最大功臣的你。收到消息的那一刻，你心中一阵迷茫，这就是商业联盟的残酷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突然炸响，恭喜获得常规赛 MVP， 恭喜获得总冠军戒指，奖励技能升级卷轴，奖励顶级技能铁血防守。你毫不犹豫，直接用卷轴升级了黄金后仰跳投，封盖几率降低30%。有了这一招，哪怕神鬼莫测失灵，也没人能盖得到你。而新技能铁血防守更是变态，只要场上有3名防守值超过90的队友，全队防守能力瞬间提升20%。你脑海中瞬间闪过一支球队，活塞。全联盟能凑齐这么多防守悍将的，除了他们也没谁了。但这得看那个固执的拉里布朗愿不愿意要你了。休赛期，你直接跟篮协摊牌，除了奥运会，其他比赛一律不打。这把篮协领导气得暴跳如雷，直言你不讲规矩，但你根本不在乎。作为 NBA 现役第1人，连科比、奥尼尔都得靠边站。外界甚至开始讨论你是不是已经超越乔丹，成了新的篮球之神。这时，系统又传来一个噩耗，因为你实力太强，常规赛和季后赛的奖励全部取消，以后只有拿总冠军和奥运冠军才有技能拿。无敌是多么寂寞啊！你看着上赛季82胜0负，季后赛16胜0负的恐怖战绩，突然觉得打篮球像是在通关简单的游戏，索然无味。直到经纪人汤姆森的一句话惊醒了你：杰克，也许有一天你能超过拉塞尔的11个总冠军。你眼中的火焰瞬间重燃，别人拿11个，那行，我的目标改了，我要拿12个。再看一眼你的属性面板，简直就是6边形战士，外线防守80，内线防守80，除了篮板略低，全属性几乎都在80以上。哪怕现在把你的所有技能全部封印，光凭这副身体，你都能在任何一支 NBA 强队坐稳首发，更别提那一串闪瞎眼的技能列表：黄金后仰、白银蝴蝶步，还有那个听起来不正经却莫名好用的保温杯里抛枸杞。经纪人汤姆森小心翼翼地问你：下赛季咱降薪吗？你当场就笑了。加内特在森林狼1年拿2800万，你才要2200万，这叫贵？这简直是白菜价。特别是这2年你在热火拿到的夺冠奖金都破1000万了，钱对你来说只是数字，但尊严不行。然而现实很魔幻，只有烂队想要你，强队只想让你降薪打白工。除了2支队伍，尼克斯和活塞，公牛想让你降薪，直接 pass。你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底特律、汽车城、活塞。虽然他们上次夺冠还是10几年前，但管理层魄力十足，宁愿交奢侈税也要签下你。临走前，你看着曾经的小弟韦德，语重心长地留下了一句忠告：记住，别让忠诚害了你，永远不要降薪。可惜，韦德看着你的背影，眼神里满是不解。在他看来，你走了他就是老大，谁降薪也轮不到他。他根本不知道，这一别就是2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其实活塞签你背后还有联盟的阴谋，联盟高层觉得你攻强守弱，去防守起家的活塞绝对会破坏化学反应，甚至为了让你去活塞自毁前程，他们暗中免除了活塞签你的奢侈税。这帮老狐狸做梦都想不到，你手里捏着一张叫铁血防守的王炸底牌，1年2200万顶薪，签约达成。新帅桑德斯是个笑面虎，比拉里布朗好说话多了，一见面就让你加强防守。你笑着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，等赛季开始，吓死你们。休赛期结束，你带着满身的轻松回归，却发现活塞阵容大变天。防守大闸本华莱是因为太贵被放走，罗德曼身体扛不住宣布退役，你的内线保镖一下子全没了。好在4大前锋之一的克里斯维伯来了，虽然不再是巅峰，但各项数据依旧维持在70-80，几个关键属性甚至还在90。这老将油箱里还有油，再加上大致也来投奔你做了替补，阵容看似不错，但尴尬的问题来了，没中锋。桑德斯大手一挥，杰克，你最高，你打中锋。你瞬间头大，让你去肉搏内线。别闹了，教练，拉希德华莱是身体更硬，让他去蹲坑，我打大前锋。桑德斯想了想，居然同意了。季前赛仪式3胜2负，效果居然还凑合。常规赛揭幕战，大幕拉开，主教练桑德斯祭出全新首发，汉密尔顿、比卢普斯、普林斯、拉希德华莱士，再加上坐镇大前锋的你，对手是密尔沃基雄鹿、莫里斯、里德、博古特悉数登场，新的王朝就在今晚正式起航。奥本山宫殿彻底沸腾了，当你在全场2万名球迷的咆哮声中踏上地板，你心中只默念了4个字：铁血防守。刹那间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全场。虽然主教练桑德斯布置的还是老一套的协防战术，但他做梦都想不到，在你这个技能的加持下，活塞首发五虎的防守能力竟然瞬间集体暴涨了20%，这是什么概念？雄鹿队的威廉姆斯刚运球过半场，正准备组织进攻，突然一道残影闪过，威廉姆斯只觉得手里一轻，球没了。他对位的比卢普斯就像开了预知卦一样，快到让他怀疑人生。紧接着，比卢普斯长传甩给顺下的你，你接球篮下起跳，轻松放入2分。这一场比赛，你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封印所有进攻神技，没有神鬼莫测，没有后仰跳投，你就是要用极致的防守把对手活活磨死。于是球场变成了决斗场。第一节打完，你投篮5中3，全队加起来才得了16分，比分低得令人发指。但看到
数据统计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仅仅一节比赛，你竟然砍下了3个篮板、2个助攻、1个抢断，外加1个盖帽。更恐怖的是，不光是你，就连身边的队友，数据栏里也是填满了抢断和盖帽。这哪里是打篮球，这分明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围剿。你在热火的第2个赛季，和维德奥尼尔一起取得了赛季82胜0负、季后赛16胜0负的恐怖战绩，连续8个赛季都获得总冠军的你，瞬间觉得索然无味。直到经纪人汤姆森的一句话惊醒了你：杰克，也许有一天你能超过拉塞尔的11个总冠军。你眼中的火焰瞬间重燃，别人拿11个，那行，我的目标改了，我要拿12个。然而你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离开热火这支不败之师，因为你本赛季的总冠军奖励是铁血防守，只要场上有3名防守值超过90的队友，全队防守能力瞬间提升20%。全联盟能找出3个防守值超过90队友的球队，也只有底特律活塞。此时的奥本山宫殿，雄鹿中锋博古特彻底傻眼，整整一节比赛，他竟然连1个篮板都没抢到，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。作为首发中锋，他在你构建的禁飞区里，不是被抢断就是被盖帽，活得像个笑话。自从你加入活塞组成新五虎，球队防守瞬间进化到了窒息级别。第1节打完，雄鹿队硬是吞了个零蛋，任凭对面教练叫了3次暂停，哪怕把战术板画烂，也拿不到哪怕1分。16-0，虽然双方疯狂打铁，但最终你和汉密尔顿抓住对方防守漏洞，硬是把球塞进了篮筐。到了第2节，雄鹿好不容易开始得分，可现场球迷都要睡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你那种极致的压迫下，对手投篮3不沾，突破被断球，比赛变成了单方面的防守教学局。4节战罢，活塞72-22，狂胜50分。这哪里是比赛，这就是一场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。接下来的对手仿佛都在接受你的防守洗礼，那遮天蔽日的盖帽，神出鬼没的抢断，让所有球队赛后都患上了活塞恐惧症。常规赛第22场，骑士队带着那个场均27+6+6的勒布朗詹姆斯来了。原本按照历史轨迹，活塞会输，可现在有了你，一切都变了。詹姆斯引以为傲的天赋，在你疯狂的联合防守面前成了摆设，全场被你防的只拿了14分，甚至惨遭3次盖帽、3次抢断。全场比赛骑士仅得38分。詹姆斯看着那令人窒息的防分牌，眼神里全是迷茫。你虽然只拿了15分6助3板，数据看着也不华丽，但这就够了。70-38，又是一场令联盟胆寒的大屠杀。紧接着面对卫冕冠军热火，你根本不需要用砍杀战术，奥尼尔场均10个篮板硬是被限制到3个，拉希德像堵墙一样把他顶出油漆区，连汉密尔顿都能从他手里切球。闪电侠韦德也被防得怀疑人生，根本看不清篮筐，进球全靠蒙。关键时刻，你利用绝杀技能连拿关键分，最后1分钟将分差拉大到10分，直接杀死比赛。70-60，桑德斯教练看着这比分兴奋的手舞足蹈，稳了，总冠军稳了。常规赛落幕，在你带领下，活塞豪取70胜12负，傲视全联盟。季后赛开打，魔术队成了第1个倒霉蛋，4-0横扫。你带领球队把魔术防的场均得分不过30，对手哭着喊着要找妈妈。次轮面对公牛，又是4-0横扫。昔日队友本华莱士甚至怀疑你在演他，这哥们上场1节0篮板6失误，看着你和队友在他头上肆意摘板，气得他直翻白眼。兄弟们，以前你们要有这么强，我至于跑公牛去吗？汉密尔顿坏笑着回怼，我们一直这么强，只是你现在才成对手罢。东部决赛G1再次面对骑士，开场詹姆斯想上篮，啪，拉希德直接送上火锅大礼，回头你接球一个穿花蝴蝶步晃过古登，轻松打进。这一晚，詹姆斯在你针对性的防守下彻底迷失，单核带队4节仅得10分，而你面对古登的防守重拳出击，狂砍24分8助攻。中场哨响，88-48，活塞狂胜骑士40分。即便没有超巨的数据，但你们首发五虎4人得分上双，这支活塞队强得令人绝望。这一幕连替补席都杀疯了。第2场比赛，骑士主帅麦克布朗彻底懵逼，他翻遍了上赛季的录像研究你，结果发现以前那个防守漏勺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防守悍将。虽然你还在用眼神防守，但这眼神仿佛带了定位导航，效率高的吓人。全联盟这才惊恐的发现，加入活塞后，你虽然得分收敛了，但防守能力直接封神。赛季奖项公布，你入选最佳防守2阵，而你的4个首发队友全部入选防守1阵，连替补席上的韦伯也是1阵。一支球队5个最佳防守1阵，这哪里是打球，简直是打造了铜墙铁壁。在这种令人窒息的防守面前，勒布朗詹姆斯再强也成了困兽，虽然还能勉强得分上双，但比赛结果早已注定，攻不进，防不住，4-0，没有任何悬念。你带领活塞横扫骑士，昂首挺进总决赛。总决赛对手圣安东尼奥马刺、波波维奇坐镇 ，GDP 组合严阵以待。所有人都以为这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大战，结果这就是一场打铁大赛。第1节，你8投3中，仅得6分，汉密尔顿也是6分，双方在肌肉碰撞中疯狂打铁。首节战罢，18-14，马刺落后4分，比分低得令人发指。第2节风云突变，桑德斯大手一挥，换上大智和韦伯，大智带着20%的防守加成，硬顶着邓肯把球投进，重回巅峰的韦伯更是攻防拉满，单节得分全场最高。这一节成了比赛的分水岭。半场结束，40-28，活塞领先12分。到了下半场，看台上的球迷都要睡着了，又是无休止的打铁和肉搏。第4节，马刺无奈换下主力投降，虽然你们替补有点拉胯被追了分，但G1还是稳稳拿下，80-70。接下来的几场比赛，你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叫令人绝望的防守。石佛邓肯都要疯了，他被汉密尔顿断球，被拉希德盖帽，被韦伯干扰，甚至连大智都赏了他一个
大火锅。总决赛结束4-1，只有一场活塞手感冰凉让马刺偷走1胜，其余时间完全是碾压。更夸张的是，赛后托尼·帕克直接累得在场边呕吐，直言你们简直不是人。然而，当你捧起奖杯时，却发现现场座位稀稀拉拉，连走道都空了。这惨不忍睹的收视率让总裁斯特恩捧着奖杯的手都在抖，脸都气绿了。他暗暗发誓，绝不能让活塞和马刺再在总决赛碰面，这简直是票房毒药。获得2007年总决赛 FMVP 的是杰克王，虽然全场只拿了22分，但已经是最高分，再加上每场最后时刻的绝杀技能都顶，这奖杯你拿的毫无争议。看着斯特恩那张黑得像锅底的脸，你心里暗爽，若是继续留在活塞，明年波波维奇肯定不甘心，到时候又是西决强敌，斯特恩怕是要被这收视率气出心脏病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恭喜宿主获得总冠军，奖励顶级技能控卫必中，检测到评分94，降级为控卫3分必中。你愣了一下，随即狂喜，虽然被削弱了，但这可是必中啊！只要跑出控卫，3分球就像装了导航一样，这就意味着只要过了半场，哪里都是你的射程。休赛期来临，工资帽涨到5563万，你现在的身价2500万顶薪绝对有人抢着给。汤姆森，有季后赛队伍给我顶薪吗？你直接问道。纽约尼克斯第一时间联系了尼克斯，你摇了摇头，那地方烂事一堆，除了钱多一无是处。火箭队呢？我想去火箭。经纪人汤姆森一脸为难，火箭有麦迪亚，他年薪2000万，和大姚把空间锁死了，根本签不下你。你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语出惊人，那就让火箭把麦迪交易了，换成今年的首轮千腾空间，告诉他们我要联手大姚拿总冠军。一天后，汤姆森的消息来了，火箭管理层竟然想白嫖，莫雷嫌你贵，又不肯出麦迪，甚至想用拖字诀耗死你。你冷笑一声，跟我玩聊斋，转头你就让汤姆森放出风声，谁想夺冠，带上支票不来谈。消息一出，全联盟炸锅，尼克斯、小牛、湖人、凯尔特人，整整9支球队连夜排队，求着给你送钱。面对这豪华的选妃名单，你开始了疯狂的排除法。尼克斯太烂，森林狼太冷，掘金小牛看不上，去湖人。科比那是老大，你去跟他抢 MVP， 怕是要在更衣室打起来。去骑士，詹姆斯那是天选之子，你去了就是高级打工仔，哪怕带队夺冠 ，MVP 肯定还是颁给这位联盟太子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最后只剩3家：太阳、公牛、凯尔特人。太阳弄来了跑不动的奥尼尔，直接帕斯。你想着凯尔特人3巨头阵容豪华，正好过去躺赢，谁知这一手直接把总裁斯特恩吓尿了。要是让你加入绿军，这比赛还看个屁，大结局了。斯特恩连夜出手，硬生生搅黄了这笔交易。你无奈之下看向公牛，年轻有潜力，薪资空间巨大，哪怕拉一把老队友本华莱士也能起飞。可就在这时，纽约尼克斯不想跟你谈感情，他们直接砸钱，3年8500万，顶薪中的顶薪。面对这把金锄头，你真香了，但你做了一个更疯狂的决定，我不签3年，给我1年2500万。全联盟都以为你疯了，32岁的老将不签长约养老，其实你图的不仅是钱，更是纽约给出的皇帝特权、交易权、选秀权、裁决权，甚至主教练的活你都能干。这就意味着这是一支完全属于你的私军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你到纽约的第一道命令就震惊了世界，除了克劳福德，全队任何人随便挑，外加明年的首轮签，我要西雅图超音速手里的榜眼签，这简直是自杀式报价。媒体骂你不懂球，队友马布里更是气得跳脚要走人，西雅图管理层更是像看傻子一样拒绝了你。虽然交易没成，但你人傻钱多的名号彻底响亮，无数垃圾报价像雪花一样飞来，看得你血压飙升。就在你焦头烂额时，坏消息传来，大致被热火5年6000万挖走了，没有你的 buff 加持，这合同怕是要烂手里。然而转机突然降临，灰熊队看上了你队里的毒瘤兰多夫，竟然提出用他们的当家球星来换。你定睛一看报价单，呼吸瞬间停止。保罗加索尔，那个被加内特打爆，被全世界嘲笑软蛋，年薪只要1300万的西班牙神塔。这一次你的眼睛亮得吓人，用兰多夫单换加索尔，这简直就是拿着土炸弹去换核武器。虽然现在这俩人号称黑白双雄，数据5-5开，但你是穿越回来的，你太清楚了。兰多夫是个能把更衣室炸飞的毒瘤，甚至还要染上毒品，而保罗加索尔那是未来能帮科比2连冠的完美2当家。换，现在就换！你当场拍板。灰熊那边还以为占了便宜，乐呵呵的同意了。尼克斯总经理佩里更是松了一口气。要知道，佩里现在看你的眼神就像看疯子，因为你为了逼管理层放权，签下了一份令人窒息的对赌协议。本赛季带队进不去季后赛，你1分钱工资不要，这半年的球白打。这就是2500万美金的豪赌。搞定了大前锋，你转头看向了那个让人头疼的名字——斯蒂芬·马布里。这位独狼拿着全明星的数据，却干着毒瘤的事儿，甚至能把前任教练逼走。你太想把他送走了，拿起电话就开始扫荡全联盟。保罗、黄蜂挂了电话，那时德隆，甚至那个数据更差的安德烈·米勒，你哪怕倒贴1000万现金去换，76人队都委婉拒绝了。你算是看透了，这帮 NBA 经理个个都是人精，根本没人愿意接马布里的盘。既然交易行不通，那就只能在选秀大会上淘宝。你的目标很明确，乔金诺阿。可惜现实很骨感，前10顺位根本买不到，你手里只有一个尴尬的第23顺位，选阿佛罗拉还是威尔森钱德勒？面对这个问题，你听从了球探建议，选了钱德勒，毕竟这是一个只要不伤就能用的极品万金油，稳赚不赔。但真正的骚操作在第2轮，你问佩里要次轮签，佩里
两手一摊，没有，那就去买，我要第40和48顺位。仅仅10分钟，佩里就带着一脸古怪的表情回来了。他不仅搞来了这2个签，还送走了一个叫杰罗姆·詹姆斯的神兽。这货是个场均能吃1打甜甜圈的胖子，年薪竟然高达1000万，1000万养个胖子，赶紧送走！你金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。结果缺内线缺疯了的湖人队竟然同意接手这个垃圾合同，只要尼克斯贴补300万现金，外加送出2个次轮签。这波是把垃圾变废为宝。拿着这2个来之不易的选秀权，你做出了2个让全世界看不懂的决定。第40顺位，你选了你的同胞孙悦，全场哗然，大家都觉得你是在搞裙带关系，选个除了个子高一无是处的后卫来凑数。第48顺位，你选了个体重240斤的大胖子马克加索尔，这下连媒体都懒得喷了，选个减肥都没成功的胖子，这是准备在尼克斯开相扑馆吗？没人知道这个被嫌弃的胖子未来是联盟最佳防守球员。至此，你在尼克斯的出班底组建完毕。虽然马布里这个独狼还在阵中让你隐隐不安，但看着这套阵容，你嘴角微微上扬。主教练伊塞亚·托马斯，你的傀儡；首发五虎，独狼马布里、神经刀克劳福德，你自己神塔加索尔，加上个艾迪库里，这套怎么看怎么奇葩的阵容，即将掀翻整个联盟。这一波尼克斯的替补席简直毫无人性，小加索尔、孙悦、威尔森钱德勒、大卫里，就连第3阵容坐着的都是内特罗宾逊和罗斯这种狠人，这哪里是替补，这分明就是另一支季后赛首发队。你看着这套阵容，甚至觉得光带替补都能去冲总冠军，但真正的隐患还在首发阵容里。斯蒂芬·马布里，这位曾经的纽约之王，当初可是球队花了大价钱一换7弄来的，现在你一来直接篡位成了老大。他能爽，但他不得不爽，因为这是他的合同年。为了下份大合同，这匹独狼硬是咬牙切齿地把自己变成了哈士奇。训练赛里，只要你跑出空位，球就像装了导航一样传过来。你笑了，因为你知道历史的轨迹，如果不抱紧你的大腿，这赛季一结束，不仅没球队要他甚至会被气得去打 CBA。搞定了刺头，内线更是让你惊喜。大加索尔和小加索尔这对亲兄弟同队竞技，默契度爆表，再加上小鲨鱼埃迪库里，虽然罚球烂了点，但往篮下一站就是巨无霸。常规赛一开打，全联盟都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还没忘记上赛季被你支配的恐惧。你在活塞那年把 NBA 打成了防守绞肉机，那种一节比赛大家都投不进球的绝望感，让波波维奇到现在还在骂街。但这赛季的尼克斯不一样了，你左手拿着保温杯喝枸杞水，右手给马布里套上回光返照的 buff， 结果就是尼克斯连胜势不可挡。碰上你的老东家活塞队，哪怕是著名的活塞五虎，面对你派出的第2阵容也得跪。第2节你大手一挥，小加索尔有着吉诺比利影子的孙悦、钱德勒齐上阵，外线3分雨一下，分差瞬间拉开，最终102比90轻松带走。赛后汉密尔顿拉着你的手满眼遗憾，你想回来吗？不可能的，斯特恩会报警的。紧接着打热火，更是充满了戏剧性。你的好兄弟韦德砍下25分依旧神勇，但曾经的霸主奥尼尔老了、胖了、跳不动了，在你的内线群围剿下，奥胖全场只拿了8分4篮板，甚至还不如个兰里。这一场你开启养生模式只拿21分，反倒是马布里杀疯了，轰下22分。那些曾经拒绝你交易申请的球队经理们，看着焕发第2春的马布里，肠子都悔青了。看着全队顺风顺水，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全员轮休计划启动。你对待客场比赛的态度简直狂妄到了极点，像森林狼、掘金这种苦寒之地或者高原主场，你压根懒得全主力出击，大手一挥，只派2-3个首发带着2-3阵容去应付，完全没把对手当人看。转眼到了圣诞大战，面对老东家马刺，你更是杀红了眼。大加索尔和小鲨鱼库里往内线一站，曾经的大基本功邓肯直接被挤成了夹心饼干，根本翻不起一点浪花。虽然马刺其他人拼死抵抗，吉诺比利更是在外线飙进20分，但这一晚你的神鬼莫测技能触发了神模式，全场狂轰35分。对比之下，那个让全联盟闻风丧胆的湿佛邓肯，竟然被你的内线群限制的只拿了可怜的13分。结果毫无悬念，马刺惨败，被尼克斯按在地上摩擦。赛程过半，一份恐怖的数据摆在了所有人面前：44场比赛，尼克斯35胜9负。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那输掉的9场比赛全是因为你轮休没上，只要你上场的比赛，胜率是恐怖的100%。全明星周末，你顺手又拿了个 MVP 蝉联奖杯。好在你高抬贵手，没参加扣篮、3分和技巧大赛，这才让其他球星勉强保住了一点面子。回到常规赛，你带着球队在主场开启了一波连胜收割，直到迎来了传说中的死亡8连客。这可是地狱赛程，你却偏偏要在刀尖上跳舞，直接轮休了2大内线核心艾迪库里和大加索尔。你带着小加索尔、理查德森、大卫里、孙悦和威尔森钱德勒这套半替补阵容硬扛，结果竟然打出了4胜4负。虽然面对季后赛强队有些吃力，但在你的带领下，这套阵容虐起弱队来依旧是降维打击。常规赛落幕，尼克斯交出了一份震古烁今的答卷，65胜18负，东部第2，仅仅以1场之差，排在拥有老年3巨头的凯尔特人之后。这不仅打破了队史纪录，更让所有人都意识到，这一年的东部决赛注定是你和绿军3巨头的生死局。毕竟常规赛2次交手，你们双方1胜1负，谁也没占到便宜。季后赛的号角已经吹响，而你的第一个对手却让你大跌眼镜。刚穿越 NBA 第1个赛季，你就在马刺蹭了个总冠军，之后你辗转多支球队，竟然邪乎的连拿了7个总冠军，这让得到你的球队彻夜狂欢，失去你的球队深夜买醉。然而你在 NBA 的第9个赛季，你竟然选择加盟千年鱼腩纽约尼克斯，这让全联盟都松了一口气。虽然你现在强得可怕，但所有人都有种错觉，你所在的尼克斯队
并非不可战胜，可首战面对76人队，打脸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还记得赛季初吗？你本想用独狼马布里去换安德烈米勒，结果惨遭拒绝。谁知到了赛场，马布里对位安德烈米勒，在你回光返照技能的加持下，那个曾经的弃子竟然攻防两端完爆对手，甚至直接生断一球。首节战罢，比分瞬间拉开5分。76人队还没回过神，第二节你带着替补登场，对方也上替补，简直是找死！你带着兄弟们就是一阵狂屠，硬生生把分差撕裂到20分。一整节下来，76人队只拿到可怜的5分。若不是对方紧急换上首发，这分差还得往上涨。第3节，你仅仅拿到25分6助攻就打卡下班，没办法，开局太猛，根本没机会刷数据。接下来的比赛，76人队在你面前如同纸糊，光是篮板球10个有8个都在你们手里，二次进攻不存在的，4比0，你轻描淡写直接横扫76人队晋级。然而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虽然凯尔特人3巨头替补拉垮，打得老鹰都要抢七，但紧接着你要面对的是勒布朗·詹姆斯的骑士队。这支骑士队没短板，也没强点，除了那个男人勒布朗·詹姆斯。比赛刚开始，詹姆斯就给你上了一课，施展绝技天龙八部，抱着球就上篮，裁判哨子含在嘴里就是不吹。紧接着，你的系统提示音炸响，技能触发，裁判攻敌。好家伙，既然裁判眼瞎，那就别怪我手黑。你过了半场，抬手就是一记超远3分，唰的一声，空心入网。原本你还想开启神鬼莫测，可看着这不断触发的被动，你干脆放弃战术，就一个字，扔。这就是一场1打8的战争。第一场，詹姆斯狂砍33分，队友5人上双，结果还是输。你那不讲理的3分球简直是降维打击，全场狂轰60分，几乎一人包办了全队一半的分数，137比110，大比分屠杀。明明只是想拿个20加，可只要你一伸手，队友就算顶着2个人也要传给你。赛后詹姆斯满脸无奈，我没输，但没人能挡住爆发的杰克，那是自然，输的是球队，又不是他詹姆斯。第二场，你再次狂砍60分，轻松拿下。到了第3场，骑士主场，好戏上演了。裁判对小皇帝的照顾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骑士队全场拿了20多个罚球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每一个罚球都在为你叠加 buff。你看着满头大汗的裁判，笑得无比灿烂。这哪是裁判公敌，这分明是裁判制裁者。哪怕裁判恨不得脱了制服穿上骑士球衣，你也硬是顶着黑哨投进20多个3分，单场72分，季后赛得分记录再次被你刷新。詹姆斯看着你，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外星人。他罚球10几个狂砍40分又如何？面对滑不溜秋只投3分的你，他毫无办法。第4场，裁判彻底绝望放弃。虽然双方比分紧咬，但在最后一节，你击出3分必杀，分差瞬间拉开10分。尼克斯胜。赛后，2个时代的王者拥抱在一起。兄弟，一起打篮球吗？詹姆斯发出了邀请。你笑了笑，云淡风轻，恐怕得考虑考虑，毕竟我不缺总冠军。这话说的詹姆斯一脸郁闷，却又无法反驳。你出道即巅峰，从未让总冠军旁落，而他呢？看着今年组成3巨头的凯尔特人，詹姆斯心中那颗抱团的种子终于开始萌芽。最终决战，宿命般的对手，凯尔特人4比2轻取活塞，比打老鹰还快，让人大跌眼镜。阵容出炉，对方是隆多、雷阿伦、皮尔斯、加内特、帕金斯，你这边是马布里、克劳福德，你自己大加索尔、埃迪库里。决战号角吹响，第一球你直接激活神鬼莫测。面对皮尔斯和雷阿伦的窒息包夹，你没有强打，甩手分给克劳福德，球转到马布里手中。虽然隆多被牵制，但狼王加内特瞬间协防到位，跳起遮天蔽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被你施加了回光返照的马布里仿佛重回巅峰岁月，球在篮筐上颠了2下，落入网窝。还没等你喘口气，雷阿伦反手就是一记冷箭3分。皮尔斯的挡拆如同铜墙铁壁，克劳福德根本挤不过去。开局2比3，紧接着你刚打进一球，加内特就硬顶着你回敬一个，这股窒息的压力扑面而来。老年3巨头余威尚在，这一战难搞。一节战罢，比分定格在30比28。你看着计分牌，心里不禁咯噔一下。这对面的3巨头，尤其是狼王加内特，攻防一体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统治力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3人明明才组队不久，配合却丝滑的像在一起打了一辈子球，你攻我防，如臂使指。反观你这边，全是单打独斗，战术简单粗暴，你有机会你投，没机会给我，我来投。明明内线有小奥尼尔和大加索尔坐镇，篮板球抢得飞起，可比分就是拉不开，双方厮杀惨烈，观众看得大呼过瘾，唯独你额头开始冒汗，体能成了打破僵局的关键。到了第2节，岁月这把杀猪刀终于对3巨头下手了，你依靠年轻力壮的优势，硬是领先了2分。哪怕马布里把你给的回光返照体验卡用完了，被打回原形，但咱们就是耗得起。第3节，老年3巨头实在扛不住，雷阿伦带着替补苦苦支撑，机会来了，你大手一挥，带着小加索尔、孙悦、威尔森、钱德勒那一帮替补悍匪登场。这一上场，好戏开演，你把球甩给孙悦，他在底角迎着防守就是一记冷箭3分。雷阿伦刚吼完队友防守失位，回头分球给替补，万万没想到，全属性提升20%的孙悦如闪电般杀出，直接抢断，球回到你手中，你冲到3分线外，
触发空位3分必中，手起刀落，又是3分。短短3分钟，在你的穿针引线之下，孙悦、小加索尔、理查德森全面开花，分差瞬间拉大到10分，吓得老年三巨头屁股还没坐热，就不得不重新披挂上阵。可即便如此，你带着这帮替补，照样跟首发三巨头打得有来有回，全场观众都看傻了眼。那个威尔森钱德勒也就算了，孙悦和小加索尔可是次轮秀啊，这特么是次轮的水平。看着小加索尔在内线翻江倒海，甚至比他哥哥还要凶猛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这种巨大的反差，让所有人开始怀疑人生，甚至有人想起了拿大合同却坐冷板凳的大志。同样是3分射手，这境遇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可惜你不知道这些议论，你只盯着那死死维持的10分分差。第4节决战时刻，首发回归，决战开始。你发现马布里手感冰凉，这时候不能惯着，你直接下令多传球，少投篮。原本那个桀骜不驯的独狼，看着发话的你，再想想近在咫尺的总冠军戒指，竟然乖得像只猫，老老实实执行你的战术。正是这份执行力，避免了被凯尔特人疯狂追分。比赛最后1分钟，雷阿伦连中2记续命3分，吓出你一身冷汗。幸好你关键时刻触发绝杀技能，稳稳命中一球，130比123。尼克斯以7分优势惊险拿下首胜，赢是赢了，可你第一次在总决赛感受到了窒息般的压力。相比热火和活塞，这支凯尔特人太老辣了。你的队伍虽然天赋异出，但比起那3个球场老油条还是太嫩。若不是你用技能给替补开了挂，这一场搞不好就要翻船。如果你以为这就稳了，那就大错特错。第2场比赛你就像中了邪，开局直接鬼了一场。第1节你就进了一个3分，首节结束尼克斯直接落后5分。第2节你带着替补开启疯狂追分模式，这一节你打得极度郁闷，竟然被皮尔斯生断2个球。虽然你也投进了2个3分，但脸面算是丢尽了。好在小加索尔和孙悦这帮兄弟给力，半场结束硬是反超3分。第3节你下场休息，比分瞬间被反超3分。第4节是你一个人的救赎之战，你再次面对皮尔斯，直接使出穿花蝴蝶步，佯装突破。皮尔斯心中狂喜，正准备下手抢断，就在这时，你在他惊骇的眼神中突然急停，后仰跳投，3分命中。这一球把皮尔斯打怕了，接下来你火力全开，单节狂砍18分。最后时刻，尼克斯领先5分。然而神剧本发生了，你以为稳操胜券，雷阿伦3分3投2中，皮尔斯2投2中，加内特铁血中投3投3中，这3个老家伙简直是杀红了眼，但无虚发。哪怕你再次使用了绝杀技能，命运却跟你开了个玩笑。加内特最后时刻2分绝杀，130比132。你看着比分牌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你几乎交出了所有的底牌，甚至用尽了技能，却因为自己的一点失误被对方死死咬住。这帮老年三巨头的嗅觉太灵敏了，只要你露出一丝破绽，他们就会像鲨鱼一样扑上来。这场失利像一盆冷水，狠狠浇在你头上。若是拼硬实力，你这边的4巨头简直就是笑话。克劳福德加上早已过了巅峰的马布里，如果不开挂，根本不够对面3巨头加朗多塞牙缝的。你甚至想起赛季初想用马布里单换朗多，结果被人家无情拒绝，这耻辱你记得清清楚楚。实力不够，技能来凑，聚3之战就是一场屠杀。比赛来到第3节，凯尔特人防守悍将托尼阿伦报销，这就是你的机会，对面只能上鲍威、卡塞尔这些边角料。你嘴角一扬，带着小加索尔、拥有吉诺比利模板的孙悦、威尔森钱德勒冲了上去。这哪里是比赛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过了半场就扔，抢下篮板再扔，仅仅3分钟，你带着替补轰出一波流，分差瞬间拉大到10分。凯尔特人慌了，连忙把还没喘匀气的3巨头换上来。可你带着体力槽满格的替补，对着这帮老家伙就是一顿乱拳，任凭他们配合再完美，也挡不住你们精准到离谱的投篮。第3节结束，尼克斯领先22分。到了第4节，疲惫不堪的3巨头连续3分不中，道格里弗斯只能举手投降。28分的巨大分差，让你兵不血刃拿下G3，大比分2比1，只要拿下G4，总冠军就稳了。毕竟在 NBA 历史上，1比3翻盘的概率微乎其微。然而，这帮老家伙的韧性超乎你的想象，加内特的铁血跳投简直像装了雷达，怎么投怎么有。哪怕你单节砍下18分，第4节最后时刻，比分依然焦灼。最后1分钟，凯尔特人133比131反超。关键时刻，你炸了出来，一记绝杀3分，手起刀落。尼克斯，你完成任务被换下场，接力棒交给了孙悦。本以为拥有吉诺比利模板的他能终结比赛，谁知模板能给技术，给不了大心脏。孙悦3分不中，仅仅2罚命中。雷阿伦和加内特却像冷血杀手，连续命中关键球。本场比赛你拼尽全力，甚至中途一度领先10分，最终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被逆转。G4结束2比2战平，外界的质疑声铺天盖地。王杰加入尼克斯也就是个水货，天王山之战必须要拼命了。你知道保温杯里泡枸杞这种养生打法赢不了这帮硬骨头，哪怕是替补级5连绝世技能，面对防守值90加的3巨头也不敢保票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启神鬼莫测模式，这一战你就是神。第1节，你告诉队友没机会就把球给我，迎着皮尔斯和雷阿伦的双人包夹，你的3分雨下的让人绝望。到了第3节，熟悉的剧本再次上演，你带着替补登场，那是属于你的猎杀时刻。孙悦突然爆发，连续抢断，凯尔特人替补上场
场3分钟1分未得，反而被你狂砍10分，分差瞬间拉开到18分，逼得加内特这帮老骨头不得不拖着残躯继续上场。但这回神挡杀神，最后时刻你一记绝杀3分，将优势扩大到21分。尽管雷阿伦和皮尔斯还在顽抗，但大局已定，16分大胜，你们拿下了天王山，大比分3比2。G 6决战就在今晚，你玩起了心理战，首发只打了1分钟就下场休息，看似状态不佳，实则是为了蓄力。首节打平，第2节你带替补硬刚3巨头不落下风，反倒是首发回来后落后了3分。不得不承认，3巨头的默契真是恐怖。胜负手依然在第3节，老迈的3巨头体力槽再次亮红灯，你带着替补再次登场。那一刻，凯尔特人替补席感到了深深的绝望，你甚至不需要得分，只是悠哉的吸引防守分球，就轻松刷了6个助攻。孙悦抢断，小加索尔送出麻辣火锅，这哪里是总决赛，这分明是 NBA 首发在虐夏季联赛的菜鸟。一波17比4的攻击波，瞬间从落后3分变成领先10分，场边的道格里弗斯吼得嗓子都哑了，却无济于事。轰！第4节开局，小加索尔接孙悦传球，一记暴扣引爆全场，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这一场你都在省体力，就是为了最后的决战。毕竟如果是鬼模式，你的体力还不如替补。全场尼克斯球迷的欢呼声震耳欲聋，客队的每一次触球都伴随着漫天嘘声。然而，毕竟是多年的老大，3巨头的心态稳如磐石。比赛还剩最后5分钟，他们硬生生将分差追到了只差3分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所有尼克斯球迷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最后2节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片，哪怕领先10分以上，那帮老家伙也能像丧尸一样死咬着不放，分差一点点被蚕食。里弗斯毕竟是冠军教头，相比之下，你的教练微笑刺客就像个没头苍蝇。排兵布阵完全被爆，不能再等了，必须梭哈！你披挂上阵，大手一挥调整阵容，小加索尔顶替库里扛内线，孙悦提上小前锋，你亲自操刀控卫，换下刚刚找回状态的独狼马布里。决战时刻，球到了你的手中，皮尔斯的大手几乎封到了你的眼球上，可你视若无睹，刚过中场直接出手必中，3分入网。如果替补席能有一个能打的，皮尔斯看着计分牌，满脸苦涩。你淡定的点头，组了3巨头，就别想还要自行车，薪资空间锁死，这就是代价。送别了满是遗憾的绿军老将，真正的地狱模式才刚刚开启。总决赛，洛杉矶湖人，这支湖人太强了，西部决赛4比1绅士横扫，科比杀气腾腾。虽然因为你的截胡，他们没弄来大加索尔，但却搞来了黑白双雄之一的扎克兰多夫。哪怕拜嫩姆伤退，奥多姆顶上中锋，加上胖成球的兰多夫，内线依然坚如磐石。最讽刺的是，湖人高层现在悔的肠子都青了，看着被你调教出来的神射手孙悦和内线支柱小加索尔，他们唯一的安慰竟然是，反正你只签了1年，明年连人带你一起挖走。第1场开战即决战，你刚过半场，抬手就是一记3分，连射科比。回过头来，面对科比的进攻，你直接祭出眼神防守大招，双手高举，脚下生根。谁知科比居然吃这一套，标志性后仰打铁。但这仅仅是个开始，科比被你的蔑视激怒了，直接扣掉了传球键，开启单打模式。你也不甘示弱，两人就像约好了一样疯狂打铁。如果不是你的神鬼莫测技能强行提升属性，这场打铁大战你早就输了。第1节打完，靠着那一记开场3分，你居然还领先3分。真正的杀招在下半场。第3节，你不再保留，技能5连绝世发动，你带着替补阵容如同猛虎下山，短短5分钟把湖人的替补席冲得7零8落，12分、16分，分差像坐火箭一样上涨。科比在场下看得目眦欲裂，他以为打完凯尔特人的你会是强弩之末，没想到你竟然藏了一手替补比首发还猛的绝活。最终垃圾时间，第1场大胜。然而第2场画风突变，你开场投进一个3分后，竟然直接坐回了板凳席，没了你的压阵，尼克斯瞬间断电。第1节落后3分，第2节换上理查德森更是雪上加霜，半场结束落后7分，全场球迷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。直到第3节，你终于站了起来，那一刻欢呼声差点掀翻屋顶。你一上场就把球像烫手山芋一样甩给孙悦，孙悦虽然手抖，但架不住内线有小加索尔疯狂补篮，又是熟悉的剧本。你带着替补席在第3节上演惊天逆转，不仅抹平分差，还反超3分。决战时刻，令人窒息的第4节来了，湖人首发全线压上，分差被一点点蚕食，直到只剩1分。你拖着虚弱的身体重新登场，科比眼神一冷，直接贴身逼抢，想要生吞活剥了你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你早已预判了他的预判，一个基地分球，孙悦接球跳投命中，紧接着拉德马诺维奇抢投3分不中。回过头来，你迎着科比的封盖，标志性后仰跳投3分命中，分差瞬间拉大到6分。科比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，这是他离开奥尼尔后离冠军最近的一次，他绝不允许失败。黑曼巴露出了獠牙，回过头，科比顶着你的防守，强行干拔3分，还以颜色，分差回到3分，时间还剩最后4分钟，全场窒息，属于你和科比的巅峰对决才刚刚开始。4氧化一铁，科比标志性的后仰跳投竟然弹框而出，分差定格在6分。但你不仅没笑，冷汗反而瞬间湿透了后背。坏消息，你的保温杯里泡枸杞技能时效到了，此时的你被打回原形，在这总决赛的生死关头，简直就是送命题。这最后的1分钟成了真正的窒息时刻，你根本不敢出手，像甩锅一样把球分给孙悦、加索尔、克劳福德，结果这哥几个也是真不给面子，3投仅1中。反观科比，虽然开始打铁，但顶着你的眼神防守，还是强行打进2球，砍下4分，分差瞬间被缩小到仅剩4分，生死30秒。你故作镇定，笑着把球扔给克劳福德，耗时间。老于费舍尔手起刀落，直接犯规，克劳福德走上罚球线，竟然2罚1中。
中，领先5分，稳了吗？完全没有，仅仅过了12秒，科比像死神一样又是一记追身3分，分差只剩2分，全场球迷的心跳仿佛都要停滞了。然而，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，你们刚过半场，湖人战术犯规，好在孙悦越住压力，2罚全中，耗时5秒，分差拉回4分，但科比就是科比，剩下13秒，他顶着你的防守强行干拔，又是3分命中，只差1分，仅仅1分。此时此刻，一次失误就能葬送整场比赛。最后的决战，马布里持球小心翼翼运过半场，时间流逝5秒，就在这时，你动了，你突然启动冲向马布里接球，科比眼疾手快，一把扯住你想要战术犯规，但你的球已经凭本能扔了出去，嘟，哨响，球进，3+1，这是绝杀比赛的神仙球，领先4分，时间只剩4秒，你要执行加罚，你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，瞄准篮板，用力一砸，皮球高高弹起，没进。乱战中，大加索尔利亚奥多姆将球狠狠拨飞，时间彻底耗尽，呼，麦迪逊花园广场彻底沸腾，总决赛大比分2比0，所有人都觉得尼克斯冠军已稳，除了湖人。第3场遗失洛杉矶，你再次开启神鬼莫测模式，战力暴涨，配合第1节重回巅峰的独狼马布里，上来就压着湖人打，领先5分。到了第2节，简直成了你的个人秀，你带着孙悦在外线疯狂浪投3分，进不进无所谓，因为内线有小鲨鱼和大加索尔这对篮板痴汉，疯狂的前场篮板加2次进攻，把湖人内线搅得天翻地覆。半场战罢，你竟然反客为主，硬生生把分差拉大到了8分，这简直是洛杉矶湖人队的噩梦时刻。第3节替补登场仅仅3分钟，你抬手就是3记不讲理的3分球，瞬间将分差拉大到17分，逼得还没喘口气的科比只能硬着头皮重新披挂上阵。谁能想到，这可是总决赛的舞台，面对你带领的尼克斯，湖人竟然表现得如此无力，甚至还不如之前的凯尔特人3巨头耐打。最后一节比分直接奔着20分的分差去了。紧接着，第4场决战在斯台普斯球场打响，尽管3比0的大比分让悬念荡然无存，但现场依旧座无虚席，所有人都盯着你的一举一动。开场仅仅10分钟，你扔进一个3分球后直接申请下场休息，这一举动瞬间引爆了全场湖人球迷的漫天嘘声。哪怕第2节湖人一度反超6分，你也丝毫不慌，直到第3节，你带着替补阵容重新登场，局势瞬间逆转。仅仅1节时间，你不仅抹平分差，还反超8分，逼得对方首发不得不提前回来救火。更离谱的是，你甚至开启了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养生模式，5次3分出手全部命中，弹无虚发。到了决胜的第4节，科比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整场比赛他只歇了4分钟，而你甚至直接坐在板凳席上没动。在你大将风度的安排下，孙悦、克劳福德、大小加索尔和理查德森轮番轰炸，硬是咬住了比分。看着科比的投篮在体能透支下频频打铁，直到最后1分钟，你才悠哉地换上马布里。绝杀时刻，你妙传助攻马布里命中致命3分，尽管科比回敬1球，但也耗尽了最后的时间。128比132，比分定格，大局已定。结局是残忍而完美的4比0，你带领尼克斯队横扫湖人，成功加冕2007比08赛季 NBA 总冠军。尼克斯总冠军，欢呼声几乎要掀翻斯台普斯的穹顶。你看着疯狂呐喊到喉咙嘶哑的球迷，感受着这份独属于纽约的狂热。科比走了过来，虽然难掩失落，但他依旧笑着对你放话：明年我一定会击败你。你笑了笑，回应道：好，等着你科比，别人被我击败都想招揽我，只有你想明年击败我。就在这时，斯特恩那声嘶力竭的呐喊响彻全场，恭喜2007至08赛季获得总冠军的是尼克斯。相比去年的黑脸，今年的斯特恩简直兴奋的反常。直到后来你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斯特恩的家乡就是纽约，他做梦都想在任期内看到尼克斯夺冠。这也是为什么面对骑士裁判偏少，而面对其他队你却能享受优待的原因。即便你横扫了湖人，他依旧乐见其成。这是你连续第10年杀入总决赛，更是连续第4年捧起 FMVP 奖杯。恭喜王杰，场均26分3篮板8助攻，让我们恭喜王杰获得本次比赛总冠军 FMVP。掌声雷动中，大加索尔和小加索尔激动地向你致谢，你却笑着调侃：你们也不差。大加索尔场均2双，小加索尔场均3个板，这比赛的篮板球都被你们哥俩包圆了。转头，你把目光投向了孙悦。孙悦，下个赛季听我消息，跟我一起走。你压低声音说道：我会给你找个替补底薪工作，当然你也可以接受尼克斯的高薪，但我建议你把年限和违约金都提升一下。看着孙悦点头答应，你心里暗自无奈，毕竟任何被你绑定了吉诺比利模板的人，3分和防守都会暴涨，再加上你带着替补出场还有20%的属性加成，孙悦在你身边简直进化成了加强版库里，只要其他球队不瞎，绝对会砸高薪挖人。但只有你知道，离开你，他们就会被打回原形。就在这时，尼克斯总经理佩里火急火燎地找到了你，试图打感情牌让你留下建立王朝，你却遗憾地摇了摇头，说出了那个让他绝望的决定：抱歉，其实上个赛季我就答应公牛去帮助他们夺下一个总冠军，如果公牛不要我，我会回来和尼克斯签约。佩里无奈只能答应，毕竟所有人都看出来了，这个赛季如果不是你扛着球队，哪怕坐拥大小加索尔和马布里这群天才，尼克斯也绝对不可能走到今天。这简直就是把尼克斯管理层的脸打得啪啪作响。要知道赛季初他们还在跟你签对赌协议，觉得你只要能把这支烂队带进季后赛，那2500万美金发的就值。结果呢，你不仅把尼克斯扛进了季后赛，更是硬生生扛到了总冠军领奖台。就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，你脑海中突然响起一声机械轰鸣。检测到宿主第10次获得总冠军，系统开始升级，光芒闪过，规则突变，因为你已经10冠封神，下赛季开始夺冠不再奖励球员属性，转而解锁教练技能。紧接着，一份名为枯木回春的顶级技能砸在你头上，
每场比赛可指定1名伤员瞬间恢复。你瞬间瞪大了眼睛，这哪里是技能，这简直是作弊神器。这意味哪怕是被伤病毁掉的顶级巨星，只要在你手下，立刻就能满血复活，变成你争冠拼图上的大杀器。还没等你消化完这份惊喜，经纪人的催促声就打断了你。杰克王，快去采访 ，FMVP 不能缺席。聚光灯下，你看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，面对未来打算的提问，你微微一笑，开启了凡尔赛模式。我现在虽然33岁，但还在巅峰，哪怕再打10年也没问题。话锋一转，你叹了口气，可是这10枚戒指让我双手都戴不下了。我已经在考虑，是不是该像乔丹那样换个赛道玩玩。全场哗然，那些一冠难求的球星看到这一幕，估计要气得吐血。科比为了冠军都要疯了，你居然嫌冠军太多不想拿了？但只有你自己知道，既然系统升级了教练技能，那你就必须从单一的球员身份进化。发布会议结束，你立刻拨通了经纪人汤姆森的电话，目标直指芝加哥公牛。你的条件狂妄且霸道，我要选秀权、交易权、交易否决权，还要兼任助理教练。作为交换，我保证公牛这个赛季夺冠，否则1分钱工资不要。这就是此时此刻你身为联盟第一高薪的底气。毕竟你目前的顶薪高达2700万，下赛季更是要突破3000万，无论去哪都能把那支球队的薪资空间锁死。你一边安排小弟孙悦签约，顺手把自己没空接的代言甩给他，一边等待公牛的回复。半天后，汤姆森的电话来了，语气却是一盆冷水。选秀权没门，交易权免谈，助理教练只是个虚职。你眉头紧锁，公牛居然拒绝了。汤姆森无奈解释，他们手里有状元大热门罗斯，那是他们认定的舰队核心，绝不可能让你插手球队未来。你冷笑一声，刚想挂断电话，汤姆森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。但是杰克王尼克斯加码了。这群疯狂的纽约人说，只要你愿意留下，球队总经理是你，主教练是你，球员还是你，只要能夺冠，3年9000万美金，合同随你开。峰回路转，你嘴角上扬，瞬间想出了一个钻空子的绝妙主意，告诉老板，我接了，但我不要9000万球员合同。你快速盘算着，改为老将顶薪1000万，主教练年薪1000万，总经理年薪2000万，一共还是4000万1年，签2+1合同。汤姆森听完大喜过望，这一手拆分工资，直接避开了工资帽的限制，给球队留下了巨大的引援空间。第二天，一则重磅消息引爆全联盟，公牛因拒绝放权错失真神，而你将以球员加主教练加总经理的3重身份统治尼克斯。其实你的首选并不是尼克斯，而是拥有杜兰特和威斯布鲁克的雷霆队。你很清楚，如果能去雷霆，再加上你的神级操作，这支球队绝对是未来的王朝基石。然而现实给了你一记响亮的耳光，雷霆队管理层严词拒绝了你插手管理的请求，哪怕你是10冠王，他们也不愿放权。转了一圈，你才发现全联盟只有尼克斯这帮疯子，为了冠军愿意把灵魂都卖给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干。原来的总经理佩里降级成了你的副手，前冠军教头托马斯因为不愿给你当助理教练，直接走人。你大手一挥，找来一群听话的草根助教，整个尼克斯管理层瞬间成了你的一言堂。但当你翻开球队资产表时，却傻眼了。今年选秀权早就被霍霍光了，手里只剩下不值钱的30号签和60号签，想靠选秀翻身难如登天。你把目光锁定了2个人，刚帮你拿了冠军的独狼马布里和内线巨兽埃迪库里。如果是以前，马布里就是更衣室毒药，没人敢要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你利用舆论疯狂造势，把他包装成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范。毕竟有总冠军奖杯做背书，全联盟都信了马布里已经洗心革面，变成了一个无私的传球手。至于埃迪库里，只有身为穿越者的你清楚，下个赛季他就会因伤病断崖式下跌，现在不卖，以后就是砸手里的垃圾合同。就在你回国备战奥运会的时候，副手佩里的岳阳电话打来了，杰克王，勇士想用埃尔哈林顿换我们的古马尔克劳福德，换不换？你皱了皱眉，克劳福德虽然和你配合了1年，但哈林顿是个万金油，能投3分，能突破，还能顶防内线，战术价值显然更高。换！你果断拍板，并给佩里下达了死命令，必须把首轮前5顺位的签给我弄来，还要签下那个防守悍将克里斯杜洪。没过多久，好消息传来，你的马布里骗局成功了，雷霆队居然真的咬钩了，他们愿意送出今年的首轮签、前5顺位和一个32号签，代价仅仅是要你吃下萨姆布和巴克曼这2个边缘人的合同。成交，再花点钱去买几个2轮签。你没有丝毫犹豫，在你的这一通神级微操下，尼克斯的阵容焕然一新，而此时的你已经身披国家队战袍，站在了5棵松的球场上，这绝对是华夏男篮历史上最豪华的阵容。控卫是你，中锋是巅峰大姚，大前锋是已经在 NBA 打上首发的阿联，再加上朱巴和刘武，这套首发简直强得可怕。首战希腊，你甚至不需要开启系统技能，仅仅靠着穿花蝴蝶步和神准的控卫3分，就把对面打得找不着北，轻松拿下开门红。但接下来的比赛却让你感到了一丝压力。虽然你个人数据依旧爆炸，带着队伍和西班牙、梦之队打得有来有回，但最终还是惜败。小组赛战绩定格在3胜2负，你有些郁闷，因为在国家队比赛里，你的那些系统神技居然大部分都失效了。枯木回春没处用，因为队友都很健康，裁判公敌也不处罚，毕竟这是自家主场，裁判也不敢乱吹，就连回光返照也没机会用，因为大姚正值巅峰，猛得一塌糊涂。看着更衣室里兴奋地讨论着保8争4的大姚和阿联，你心里却在暗暗发愁。没有系统外挂的加持，想从强大的梦巴队手里抢走这块金牌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你翻遍了技能栏，铁血防守根本不够看，放眼全队，除了大姚的内线防守能达到90+，其他人面对美国队的巨星群，简直就是送分童子。但比赛还得一场场打，1/4决赛对
对阵立陶宛，你和大姚火力全开，只要大姚投不进的，你补进；你投不进的，大姚补进。这种无赖打法让立陶宛毫无还手之力，最终8分分差，送他们回家。紧接着，复仇之战来了，半决赛对阵西班牙，这是一场窒息的肉搏战。加索尔兄弟在内线筑起了叹息之墙，连大姚都打得异常艰难，外线还有个不输给你的洛佩斯。双方死磕到第3节，你带着替补席上的板凳匪徒们上场，靠着孙悦的神月3分和你那一招5连绝世的技能，硬生生把分差拉开到了6分。看到这一幕，休息了一整节的大姚都松了一口气。然而，真正的决战在第4节最后1分钟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就像上次一样，最后时刻你们又落后了1分。西班牙队的洛佩斯中投不中，大加索尔补扣得分，你拿球，这就是你的时刻。穿花蝴蝶不发动，你瞬间过掉洛佩斯，杀入内线。面对补防的大加索尔，你没有强攻，而是手腕一抖，球到了大姚手里，暴扣得手，还剩40秒，分差1分。洛佩斯回头打进一球，压力又回到了你们这边。最后20秒，阿联3分不中，大姚拼死将球拨出底线，洛佩斯绝杀不中，你作为一个后卫，硬是凭借87的力量值，在常人林立的内线抢下了这个价值连城的篮板。时间只剩10秒，你持球推进，此时洛佩斯和另一个后卫疯狂包夹你，大小加索尔死死缠住内线，唯一的空位是刘武，传吗？不，这种时候球必须在自己手里，你无视包夹，直接起跳，身体后仰到一个夸张的角度，超级后仰跳投，洛佩斯两人封到了脸上，但你已经飞得太远了，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刷，3分命中，时间走完，红灯亮起，绝杀，你亲手把西班牙队送回了老家，挺进决赛。决赛现场，伍科松体育馆，当你看到对面站着的那群人时，哪怕是你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科比、詹姆斯、韦德、霍华德、保罗、安东尼，这哪里是球队，这简直是全明星修罗场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梦巴队。你要带着大姚2个人打对面10个巨星。比赛开始，你彻底疯了，神鬼莫测技能开启，你迎着科比和詹姆斯的双人包夹疯狂得分，大姚在内线还能顶住霍华德，但其他人崩盘了。韦德那个闪电侠简直不讲理，把刘武突成了筛子，你只有1个人，分身乏术，你红着眼把能用的技能全用了，绝杀技能当普攻用，甚至把根本不需要用的枯木回春和回光返照都丢给了健康的队友，只求奇迹发生。你全场狂砍30加，拼尽了最后一颗子弹，比分定格在106比115，输了9分。你们拼尽全力，还是输给了这支近乎无敌的梦之队，拿到银牌。领奖台上，你看着银牌满心不甘，但大姚却笑得很开心，知足了。杰克，这已经是历史最佳战绩了。你也明白，篮球终究是5个人的游戏。赛后发布会上，你对着镜头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这次银牌是遗憾，也是动力。我希望未来我们能有更多的球星站出来。奥运结束，属于你的 NBA 战场才刚刚开始。刚回到更衣室，佩里的电话就打来了，语气中透着难以抑制的兴奋。杰克王，交易搞定了，选秀也搞定了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最关键的时刻来了。按照你的吩咐，第4顺位我们选下了拉塞尔·威斯布鲁克，第35顺位选下了德安德烈·乔丹，第45顺位拿下了德拉季奇。听到这几个名字，你的嘴角终于上扬。虽然现在的小乔丹罚球烂得比埃迪·库里还差，失误多得吓人；虽然现在的德拉季奇只是个只会控球的白人小个子，但只有你知道，那个叫威斯布鲁克的家伙未来会是个什么样的怪物。雷霆队的双少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是尼克斯的了。搞定了新秀，你的眉头却并没有舒展，因为还有一个最大的毒瘤没解决。埃迪·库里呢？你转头问佩里，有没有冤大头愿意接手这个中锋？佩里露出一脸便秘的表情，无奈的摇摇头。杰克王，太难了，这家伙休赛期彻底放飞自我，暴饮暴食，现在体重暴涨了20磅，140多公斤，你能想象吗？佩里比划着，现在的他胖得连路都走不动，哪怕想换个替补中锋回来，人家都不要。你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画面，对手都已经下快攻扣篮得分跑回来了，埃迪·库里可能还没挪过半场，不仅拖慢节奏，这种体重更是伤病的定时炸弹，这就是个只会吃钱的黑洞。全联盟30支球队，真的一个都不行？你不甘心的追问。佩里犹豫了一下，突然说道：倒是有个特殊的，开拓者队联系了我们，他们愿意出一个首发中锋跟我们互换。谁？奥登，格雷格·奥登。听到这个名字，你的瞳孔猛地收缩。前2年的状元秀，那个号称大帝的男人，换，现在就换！你几乎是拍着桌子吼出来的。别说换奥登，就是白送，也要把埃迪·库里送走。这是一场充满了心机的博弈。开拓者那边根本不知道埃迪·库里已经胖成了球，因为你早就下令封锁了消息，给他们来了个信息不对称。而开拓者那边呢，他们也被奥登搞崩溃了。去年的状元选秀即报销，今年刚做完微创手术回来，医生又说膝盖隐患极大，还要再休半个赛季。对于开拓者来说，奥登就是个永远无法兑现的彩票，甚至已经判定大概率是水货了。现在的医学救不了奥登的膝盖，他们只想止损。于是这笔交易在一种极其诡异的氛围中达成了。开拓者以为甩掉了玻璃人奥登，捡了个能用的中锋，你以为甩掉了五花肉库里，捡了个未来的希望。双方互换合同，握手成交，心里都暗暗骂了一句：嘿嘿，对面真是个大傻子，这波我赚翻了。你看着手中这份尼克斯队的阵容名单，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。控卫威少，分卫哈林顿，大小加索尔坐镇内线，替补席上还坐着孙悦、
月和奥登，这哪里是打球，这分明是满级浩图新手村，你甚至抓破头皮都想不出来，下个赛季到底要怎么输才行？没错，你当即拍板决定把自己死死按在替补席上，哪怕是为了培养新人，你也发誓要努力当好这个甩手掌柜。季前赛5战5胜，你硬是1秒钟没上，就这样，常规赛揭幕战来了，对手竟然是卫冕冠军湖人队。虽然是预热场子，可对面站着的可是科比、阿泰斯特还有拜纳姆。菲尔杰克逊的三角战术更是攻防一体，铜墙铁壁。你大手一挥，直接让威少和哈林顿放开抡，同时也模仿起了三角战术。然而现实却给了你当头一棒，毕竟是模仿，2节打完，哪怕有2个助教辅助，你的战术还是被老辣的禅师死死压制，直接落后了8分。科比转头看向场边，只见你穿着西装，手里竟然捧着个保温杯，正悠哉悠哉的喝着水。他愣住了，这家伙难道真准备改行当全职教练？可第3节一开始，场面瞬间失控，你大手一挥，直接5上5下，更是丧心病狂的将妖刀吉诺比利的模板套在了孙悦身上。哪怕他不适应大前锋的位置，可对面仅仅是湖人的替补啊！短短10分钟，比分瞬间被抹平，湖人慌了，不得不立马换回首发主力。然而你依旧稳坐钓鱼台，哪怕小乔丹被兰多夫和阿泰斯特联手镇压，被打得晕头转向，5分钟只抢到1个篮板，可分差不仅没崩，反而被孙悦用精准的3分球死死咬住，甚至在替补继续硬扛5分钟后，分差竟然被扩大到了6分。科比还能咬牙坚持，可其他湖人球员已经累得喘不上气。菲尔杰克逊没办法，只能把老于和拜纳姆换下来喘口气。就在这时，你缓缓放下了手中的保温杯，脱下西装，换下表现平平的德拉季奇和钱德勒，将孙悦推向小前锋，同时祭出了双塔战术，小乔丹搭档奥登，盯死对位，抢爆篮板。你一声令下，顺手将枯木回春技能甩在了奥登身上，刹那间，奥登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膝盖的酸痛消失无踪，整个人仿佛重回巅峰，自信心瞬间爆棚。第4节决战开始，你刚上场就直接对位科比，抬手就是一记不讲理的3分，篮球空心入网，科比怒了，转头就是一记回敬，结果在你眼神防守技能的干扰下，竟然投了个离谱的3分3不沾。这下科比更气了，可你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回头顶着科比窒息般的防守，又是一记不讲理的3分，连续6个回合，不管是科比单防还是全队协防，你击出无解的后仰跳投，配合保温杯炮枸杞的必中棒，篮球就像装了导航一样钻进篮筐。杰克王，杰克王！全场球迷瞬间沸腾，欢呼声差点掀翻屋顶。你淡定的看了一眼时间，正好6分钟，18分到手，投篮命中率100%，打出一波18比4的超级攻击波。这一波操作直接把湖人打懵了。更恐怖的是，恢复健康的奥登和小乔丹简直就是内线怪兽，硬生生从拜纳姆头顶抢下了一半的篮板，奥登甚至差点抢断科比。此时湖人已经被反超8分，任务完成，你直接打卡下班，换上德拉季奇，留下理查德森继续练级。看着你下场，科比眼中杀气腾腾，既然打不了你，那就打爆你的替补。他疯狂单打克里斯杜洪，结果没想到这个控卫防守竟然出奇的好，逼得科比4投仅2中，这控卫什么鬼？科比眉头紧锁，只能无奈转头去打理查德森，这才稍微找回点手感。最后2分钟，科比拼了老命追回2分，分差缩小到6分。你再次大手一挥，4上4下换回全主力阵容，只留下了状态火热的孙悦。决战时刻来临，科比杀红了眼，迎着哈林顿的防守标志性后仰命中，紧接着哈林顿接威少传球立马回敬一球。下一回合，威少僵尸跳投不中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孙悦站了出来，手起刀落一记3分命中。最后10秒，分差4分，湖人还没有放弃，反手就是一个快速3分，分差瞬间只剩1分。此时此刻，比赛时间仅剩最后5秒，球权死死握在尼克斯手中。最后5秒，大小加索尔这2兄弟直接化身护球狂魔，在内线疯狂卡位，任凭拜纳姆和兰多夫如何生拉硬拽，硬是把时间耗成了0，赢了。你仅仅上场6分钟，狂砍18分，以1分之差，亲手埋葬了上赛季的总决赛队伍。全场几万人瞬间炸裂，齐声高呼你的名字，杰克王，杰克王！赛后发布会，你重新换回西装，带着威少和哈林顿淡定出席。面对记者是否准备效仿拉里伯德退役执教的提问，你语出惊人：没错，打球现在只是我的副业，主教练兼总经理才是我的正职。全场记者瞬间哗然。当被问及赛季目标，你更是狂妄到了极点，当然是总冠军，我都第11个了，不拿冠军玩什么？至于拉塞尔，如果我的队友都像身边这2位一样优秀，超越他只是时间问题。一番话引得全场爆笑，却也尽显霸气。甚至在回去的路上，面对威少的担忧，你依旧云淡风轻，放心，当教练不妨碍我拿冠军，你们2个别拖我后腿就行。接下来的比赛，你彻底开启了各种整活模式，每场比赛首发5分钟，雷打不动的6投6中，砍下18分，然后直接打卡下班。剩下的时间，你在场边拿着战术板疯狂实验，阵容换得比翻书还快，战术画得像鸡爪乱刨，连自家那3个助教都看得一脸嫌弃，跟在你屁股后面查缺补漏。可偏偏这种自杀式执教，对手就是赢不了。不管名帅们怎么包夹，你那开场不讲理的18分就像一道天堑，哪怕用3、4个人扑你，你也照样把球送进篮筐，开局直接10连胜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对手们开始疯狂研究你的录像，你的练级宝宝们遭殃了。威少喜欢冲击篮筐，对面直接收缩防守，逼得威少僵尸跳投频频打铁。小乔丹罚球烂，那就送他上罚球线，一场比赛罚丢1大半，命中率比奥尼尔还辣眼睛。德拉季奇防守漏勺，对面就抓着他往死里打。面对崩盘的危机，你的应对策略简单又粗暴，状态不好，给我下来坐板凳反思。助教团队连夜开会出主意，你就负责在场边调兵遣将，甚至让替
替补的替补上去顶雷。至于奥登，你以伤病隐患为由，死死压着他的上场时间，哪怕这头野兽感觉自己壮的能打死老虎，也被你按在板凳上保护了起来。就这样，磕磕绊绊中，赛季过半，33胜8负。虽然倒在了波波维奇的马刺、詹姆斯的骑士、绿军三巨头以及掘金黄金双枪的脚下，但每一次输球，你都能精准找到球队的弱点，疯狂补强。这半个赛季的磨练，威少进化了，场均得分轻松上双，只要让他放开抡，砍个18分易如反掌。球队战绩更是硬生生杀到了东部第一，和骑士并驾齐驱。全明星赛如期而至，你再次以票王身份首发，顺手又拿了个全明星 MVP， 达成了5连庄的恐怖成就。当然，那些花里胡哨的扣篮大赛、技巧大赛，你是一个都没参加，毕竟丢不起那个人。紧接着，魔鬼巴连克来袭，对于别的球队来说这是体能的噩梦，可对于你手下这群场均只打2节球的体能怪来说，简直就是送分题。6胜2负，你带着这支奇葩的尼克斯，正一步步向着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狂奔。舟车劳顿确实让兄弟们的手感冷了下来，战绩虽然有一丢丢下滑，但在你眼里，这点小风浪根本伤不到球队的筋骨。巴连克刚结束，5连主场紧接着杀到，你二话不说，直接带队轰出一波连胜。道理很简单，这世上根本没有几支球队能扛得住你开局6记3分必中，上来就送对手18分大坑的绝望。整个联盟的心态彻底崩了，对手教练在场边抓狂，杰克王根本不是人，限制不住啊，我们只能拼了命去咬住比分。媒体记者疯狂鼓吹现役篮球之神，100%命中率再现 NBA， 没人能阻止他把那该死的篮球送进篮筐，甚至有球员当场耍赖，尼克斯这就是赖皮，大家都是0比0起跑，凭什么王杰自带18分外挂？我们需要用整整4节比赛去填他挖的坑。接下来的比赛，你率领球队继续保持着这种恐怖的狂胜态势，竞争对手们慌了，连夜加班加点，头发熬秃了也要研究尼克斯的战术，试图制定对策来围剿你。可面对全联盟的针对性防守，你稳坐钓鱼台，根本不慌。你在比赛中见招拆招，战术灵活的像泥鳅，让每个球员都把特长发挥到了极致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像个精明的操盘手，精准平衡着每个人的上场时间，硬生生把这支队伍捏成了一块坚不可摧的铁板。